风拂荷塘，自留一抹清香。大家好，欢迎来到河上清风。一个劲的哭，我也要，我也要。楚轩将摊位处理好，手忙脚乱地开始售卖。孟媛在一旁帮忙，将东西递给顾客的时候，都会甜甜的一笑。楚轩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不少人还是慕名过来的。现在都知道早市的巷子里有一家卖鱼的摊位，味道鲜美，客人多的要提前排队。楚轩这次特意多做了点鱼，蔬菜也是平日的2倍。让开让开，到那边去。冯元涛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孟媛和楚轩一同看了过去。冯元涛推着推车，身后跟着冯柳柳，推车上面放着一口锅和箩筐，语气霸道地将几个小贩赶走，将自己的摊位安置在了楚轩的摊位旁边。孟媛看着冯元涛，心中冷笑，昨日还要死要活的人，今天就摆摊卖鱼，这简直就是现代医学奇迹。冯柳柳看到孟媛，连忙走上前，亲昵道：“媛媛，我本来想和你一起来的，结果忙完去找你，发现你们已经走了，不然就能结伴了。”孟媛往后退了一步，拉开和冯柳柳之间的距离，她伸手指指冯元涛的摊位，又指指自己的：“你们也卖鱼？”孟媛无辜的大眼睛盯着冯柳柳，冯柳柳被盯着有些心虚，朗声道：“可不是吗？这鱼是福神给我们敬德村的福泽，吃了就能有福气。”众人闻言都看了过去。冯元涛此时已经将鱼摆放了出来，他们在摊位前也放了一个板子，上面的价格比楚轩的便宜不少，1个铜板2份蔬菜，5个铜板1份鱼。众人围观了过去，这么便宜，吃了真的有福气，怕不是吹的吧？冯元涛得意地扬起下巴，看着眼前围观的众人，朗声说道：“我妹妹可是敬德村的福女，吃了这鱼就会有福气，都过来看看，要是晚了可就没有了。”冯柳柳福女的身份就是活字招牌。她话音刚落，楚轩摊位上排队的人全都一脸好奇地围了过来。冯元涛得意洋洋地打开锅，热气一下子就喷涌了出来，锅里的鱼一点色泽都没有，上面放着的蔬菜颜色有点奇怪，凑得再近也闻不到香味。这能好吃吗？怎么看着一点食欲都没有？隔壁摊位还要排很长的队，这么便宜的价格还能增长福气？给我来1份。冯柳柳站在前面卖力地解说：“我们的鱼别看色泽这样，味道绝对不会差，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沾沾福气。”站在孟媛摊位前的张桂芬拎着孩子，刚好听到冯柳柳的话，立马看了过去。她拉着孩子冲孟媛尴尬地笑笑，转身迅速冲到了冯柳柳的摊位前。孟媛的摊位冷清了下来，她脸色有些难看，没想到就连一开始被她家美食俘获的大娘张桂芬都带着小孩围了过去。冯柳柳竟然用腐女的称号敛财，真是又蠢又坏。这些东西要是吃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得完蛋。他拉拉楚轩的手，努嘴，委屈地指着隔壁的摊位，眼巴巴地看着楚轩：“哥哥，他们真坏。”楚轩将鱼拿给顾客，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伸手摸摸孟媛的头，安慰道：“没事，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冯元涛看到摊位前已经围满了人，急忙将鱼从锅里拿了出来。冯柳柳笑意盈盈地接过张桂芬的钱，才将鱼肉递过去。张桂芬接过来看了一眼红一块白一块鱼肉，眉头紧皱，有点怀疑鱼肉熟没熟，看向拉着她的裤腿，脸上还挂着泪珠等吃的儿子，还是不放心地将鱼肉放进自己的嘴里尝了尝。我呸，这是什么东西？咸得要死，一股腥味，难吃死了。做成这个样子也敢拿出来卖？众人闻言都看了过来，纷纷指指点点。这鱼鳃还在锅里，鱼都没清理干净就敢吃，太难吃了，这比土还要难以下咽，闻着就让人恶心。哦，冯元涛立马上前，趾高气昂地用手指着张桂芬，嘲讽道：“这可是福鱼，你竟敢吐出来，不怕遭报应吗？这鱼一个人吃福气少，全家吃了会有大福气，是千金难买的好东西。”冯柳柳心里有些紧张，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压根不是什么福鱼，就是普普通通的鱼肉。冯元涛这个懒货甚至没有处理干净。不过应该没事吧，顶多也就是肚子疼。若是被人找上门来，他只需要说这是福神的考验就行。张桂芬被吓得脸色苍白，她家中最近本就意外频频，可再经不起什么恶事了。左右不过一普通食物，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张桂芬眼一闭心一狠，弯腰将鱼肉喂到了小宝的嘴里。小孩只吃了一口，就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摇着小脑袋，一脸痛苦地将鱼肉吐了出来。苦，不好吃。张桂芬见状，抱着孩子柔声地安慰：“听话，这鱼吃了有福气，不要吐出来。”围观的人听到吃了鱼可以有福气，全家人吃了福气还翻倍，立马纷纷掏钱开始抢购，都打算买回去让家人也沾染下福气。孟媛看着周围人疯狂的样子，眉头狠狠一皱，更坚定了不能暴露身份的想法了。冯柳柳忐忑的心也放松了下来，满脸笑意地收钱卖鱼，摊位上的生意瞬间火爆的不行。就在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冯姑娘。”季荣的声音传来。冯柳柳身子一僵，季荣缓缓走上前，打量着冯柳柳的摊位，看了一眼锅里的东西，微微皱眉：“季公子，你怎么来了？”冯柳柳脸颊微红，有点尴尬地看着季荣。季荣指着摊位上似不明物体的鱼肉，捂着鼻口诧异地问道：“你怎么也开始卖鱼了？”冯柳柳立马摆出一副为大家着想的模样，不好意思地说道：“这些都是村里的福鱼，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我也是想让所有人都能沾染上福气，日子也能好过点，赚到的钱就拿出来给村里修路。”季荣听着冯柳柳的话，心中大为震撼，冯姑娘真是善良。她说着就拿出自己的钱袋，当着众人的面放在了冯柳柳的摊位上。修路的事情我也尽一份心。众人听着冯柳柳卖鱼是为了修路有些意外，也更相信这鱼肉吃了能让人带来好运了。赚钱给村子修路是好事，福女果然为村民着想，这可是好事啊！又有福泽又能修路，敬德村有福女可真是天大的恩赐啊！冯柳柳享受着众人夸赞，更加骄傲了起来。大家谬赞了，都是为了村民着想，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孟媛看着得意的冯柳柳，心中冷笑：冯柳柳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修路他估计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他既然有这个心，怎么能不让村子里的人知道呢？孟媛既从心来。这时冯柳柳对上了孟媛的视线，他当着众人的面故意做出一副担忧的模样，假模假样的说道：“媛媛，你的鱼还是不要卖了吧，独占福泽是要遭报应的。我们是好姐妹，我可不想你出事。”他的话让一旁排队的人脸色一仰，纷纷窃窃私语：什么报应？敬德村福女是很灵的，吃个鱼还能有报应？算了算了，这鱼还是不吃了。冯柳柳的话让刚刚过来在楚轩摊位上卖鱼的人立马离开。他低头，脸上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楚轩微微蹙眉，将孟媛护在身后。楚轩继续买鱼，顾客少有没关系，他们的鱼这么好吃，总会有人过来买。圆圆，给你。楚轩将一个蔬菜递给孟媛，见他毫不犹豫就喂到嘴里，嘴边还沾上了一片菜叶。楚轩眼底满是温柔，抬手轻轻地拿掉他唇边的菜叶。孟媛红着脸嘿嘿一笑。季荣看到孟媛和楚轩搂搂抱抱，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自己，心里不满，不过是个傻子。他看着身边的冯柳柳，有点骄傲。敬德村的福女和自己亲近，到时候沾上一点福气，兴许争夺家产的时候也能拿到不少。想到这些，季荣对着冯柳柳说道：“冯姑娘，你们的鱼也卖得差不多了，我带你去万德楼喝茶听曲吧。”冯柳柳难掩激动，刚想答应，冯元涛就抢先一步开了口：“季公子，今天太晚了，柳柳跟着你出去，我这个做哥哥的实在不放心，改日再让他陪你去。”冯柳柳闻言脸色大变，
皱眉诧异地看着冯元涛，他怎么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安危？季荣被拒绝，脸色瞬间冷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看着冯柳柳。冯姑娘既然如此，那我们改日再约。他说完便转身快步离开，不想多待一刻。冯柳柳抓冯元涛的手，心里满是委屈。季荣主动邀请这么好的机会，被冯元涛搅黄，他一肚子的怨言，语气不免有些烦躁。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冯元涛拿着沉甸甸的钱袋子，脸上满是笑容，伸指指孟源的位置，在冯柳柳耳边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我们有了钱，你答应我的事情是时候动手了。”冯柳柳顺着冯元涛的指尖望去，就看到孟源冲着楚轩撒娇那娇俏的脸蛋，脸色一沉，转瞬又故作为难的样子。二哥，这件事我看还是算了吧。楚轩在，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冯元涛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他看到孟源那张俏丽的脸，心里直痒痒。得不到手誓不罢休，少说废话，这可是你答应我的。冯元涛说着，狠狠地瞪了一眼冯柳柳。冯柳柳低着头，目光在孟源的身上流转了一番，暗暗地下定决心：冯元涛得手后，季荣也会对孟源死心，他腐女的名号也能彻底保住。一举三得，两人敲定了主意，收拾东西匆匆离开。他们一走，巷子里都清静了许多。孟源和楚轩等了许久都没有将鱼卖完，看着天色不早，楚轩就开始收摊。孟源撅着嘴，无精打采地跟在他的身后。楚轩推着车，余光看了眼身后那垂着头的小脑袋瓜子，心中一软。看到前面卖糖葫芦的小贩，将推车停下，对孟源说：“圆圆，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给你买糖葫芦。”哥哥，糖葫芦。孟源听到有好吃的，兴奋了起来。我要，我要！楚轩心里一动，小姑娘真是好骗，一个糖葫芦就哄好了。他将推车在一个巷子口，看着孟源说道：“你在这里乖乖等我，我去给你买。”好。孟源乖巧地点头，目光看着楚轩，丝毫没注意暗处一双阴狠的眼神正盯着他，缓缓靠近。孟源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突然转头就见一个身着布衣、身形高大的男人恶狠狠地看着自己。孟源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男人伸手一记手刀，就狠狠地劈在了孟源的脖颈上。孟源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楚轩刚买好糖葫芦，转身时身子一顿，推车上人已经不见。他心中一紧，连忙跑上前，左右找了一圈都不见人影。孟源，你在哪里？楚轩大喊好几声都无人回应。他一把拉住一旁的行人，紧张地问道：“刚才在这里的一个女子去哪里了？”行人摆摆手，显然被他的样子吓到。不知道，不知道。楚轩看着手里的糖葫芦，脸色阴沉下来，扬起手快速落下，竟然将糖葫芦硬生生地插到了推车的扶手上，串着葫芦儿的竹签丝毫没有损坏。有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将孟源带走了。与此同时，孟源已经被人带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客栈房间里。男人将孟源五花大绑放到床上，转身朝着桌子旁喝茶的冯柳柳伸手要钱，100个铜板。男人语气不善，目光似虎地看着冯柳柳。冯柳柳闻言一顿，诧异地看着男人：“不是说好50个铜板吗？你怎么坐地起价？”男人不屑道：“50是绑人的价格，送到这里是另外的价钱。”冯柳柳咬牙切齿，这男人一身健硕的肌肉，要是不给，肯定不罢休。他看了一眼床上的孟源，不情不愿地将递给男人，问道：“他什么时候能醒来？”男人接过钱掂量了一番，漫不经心道：“半个时辰左右。”男人说着就转身离开。冯柳柳心里暗道：时间很充足。他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孟源，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孟源，你这个傻子，不是挺会勾引男人的吗？这次我就好好成全你。他的手轻轻地抚上孟源的脸颊，意味深长地笑道：“我的好妹妹，别怪我，姐姐也是想让我的福气庇护你这小傻子呀。”
他说着，收回手，走出了房间。床上的孟媛缓缓睁开了双眸，他坐起身子，四下看了一眼，想要挣脱，发现身上被绑着绳子，动弹不得。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冯元涛的声音：“柳柳，人弄到手了。二哥，人就在里面，还要一会儿才醒。我回去喊人，你办事吧，悠着点，别伤到孟媛。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的疼孟媛。”冯元涛发出猥琐的笑声。孟媛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这是想要故技重施。孟媛听到门口的动静，连忙闭上眼睛躺回了床上。冯元涛走进了房间，看着床上的孟媛，心里乐开了花，咽了咽口水，开始自言自语：“孟媛啊，你说你早点跟了我多好，用不着我这样大费周章，今晚一定让你快活。”他说着，拿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搓搓手朝着孟媛走了过去。冯元涛刚靠近，准备动手，突然床上的孟媛睁开了双眼，一脸无辜地看着他：“冯二哥，你绑着圆圆做什么？”冯元涛微微一顿，以为自己喝了酒出现了幻觉，揉揉眼睛，惊讶道：“你醒了？”孟媛身体蜷缩成一团，往后退了退，委屈地说道：“冯二哥，松开，圆圆疼。”冯元涛听着他的声音，心都要化了，连忙放缓了音调，哄道：“圆圆乖，和二哥玩一会儿好不好呀？”他说着手就摸上了孟媛的脚。孟媛忍着心里的恶心，假装不小心，狠狠地朝着冯元涛踢了一脚。冯元涛刚要生气，就听孟媛乖巧地说道：“二哥，解开玩。”孟媛无辜的双眼一闪一闪，勾得冯元涛早就心猿意马，这会儿自然怎么骗怎么听话。“好，我给圆圆解开。”“爹爹呢？我要爹爹！”孟媛大喊道。冯元涛连忙捂住他的嘴，小心翼翼道：“你爹爹让我照顾你，带你玩。圆圆别怕。”孟媛乖巧的点点头，没说话。冯元涛将绳子一解开，孟媛就跳下了床，在房间里跑了起来。冯元涛的头都要大了，突然后悔不该喝酒，看着孟媛眼前出现了无数个幻影，他奋力地摇摇头，眼前才清晰了许多。“别怕，二哥哥来抓你了。”冯元涛朝着孟媛就跑了过去。孟媛围着桌子跑，冯元涛的脸微微发红，肥胖的身子没多久就气喘吁吁。“别跑了，来，二哥哥抱。”冯元涛朝着孟媛伸手，孟媛乖巧地走过去。冯元涛刚要伸手，突然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趴在了桌子上。后颈上不知何时被扎了一枚银针。孟媛将银针取下，淡定地坐在冯元涛的身边，伸手将他腰间的钱袋子取了下来。他猜到冯柳柳肯定是去找人来捉奸。孟媛眼底闪过一丝冷意，心里有了主意，既然这么想要女人，那就成全她。与此同时，冯柳柳已经赶到了村子，他一路小跑到了孟家，站在门口大喊着：“出事了，出事了，报应来了！”村民惊讶地看着他，都纷纷地跟了上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柳柳，你快说说怎么了？”他脸上满是泪水，哽咽道：“是孟媛出了事。”院子里的孟仲山一听这话，连忙跑了出来，一惊骇地看着他：“出什么事了？”村民也都围了过来。冯柳柳擦擦眼泪：“前些天圆圆占了福泽，现在报应来了。她好像染上了花柳病，而且竟然随便在街上拉了个男人，就去了客栈。你胡说什么？你知道花柳病是什么东西吗？就敢这么污蔑我们家孟媛？”孟仲山的脸铁青无比，他最清楚孟媛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冯柳柳哭得梨花带雨：“真的，我怎么也拦不住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不要胡说八道！”孟仲山气急攻心，怒不可遏。孟仲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冯柳柳的指尖微微颤抖：“你休想败坏我女儿的名声！”冯柳柳哭得更凶了，声泪俱下：“圆圆现在没了清白，但是我待圆圆如亲姐妹，也不想看到她这样。她又是个灾星，不如我说服我爹，让他答应让圆圆做我二哥的通房丫头，这样我的福星身份也能护着他点。我们冯家绝对不会亏待圆圆，
村民一听，都纷纷议论了起来。这事情实在是太惊爆，柳柳太善良了，都这样了，还要为孟元想后路，真是疼孟元啊！孟仲山眼前眩晕一片，他扶着自己额头，怒道：“我女儿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给我闭嘴！”冯柳柳看向围观的村民，当着孟仲山的面高声道：“孟伯，既然不信，就自己去看吧。他们现在就在县城的客栈里，这会儿恐怕已经……”他的话意味深长，生怕别人听不出来。孟元是灾星，还占了村民的福泽，现在有了报应，村民自然都想去看看热闹。走，我们去找人，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孟仲山慌乱无比，孟元和楚轩都不在，要是孟元真的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他的心里残存着一丝的希望，心里默默地祈祷楚轩一定要照顾好孟元。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县城赶，孟仲山腿脚不好，走得很慢，每一步都是万分的煎熬。此时此刻，冯元涛终于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眼前却是一片黑暗。他就要伸手去摘眼睛上蒙着的黑色纱布，被一双纤纤玉手按住。耳边传来孟元的声音：“二哥，别摘，你不是要和我玩游戏吗？”冯元涛听着他的声音，骨头都酥了一半，顺着手就抱住了身边的人。他感觉自己浑身燥热，下体更是开始肿胀了起来，迫切地想要发泄身上的欲火。这种感觉莫名的熟悉，他立马就想到了前些日子的那个老头，身上的燥热愈加的蔓延，身上的衣服兜了累赘，他的手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女人的身上乱摸了起来，一脸的满足。孟元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幕，心里一阵恶心。他给女人使了个眼色，女人的手就摸上了冯元涛的脸，冯元涛的口水都要流下来。孟元看着都恶心，被孟元从隔壁找来的青楼女子也是满脸的嫌弃，躲闪了一下，被冯元涛又抱了回去。孟元将手里的钱又加了1倍，交给了青楼女子，轻声道：“二哥哥，开始吧。”冯元涛早就迫不及待，翻身就将女人压在了床上。孟元打开门走了出去，片刻后，走廊里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孟元好奇地看过去，就见楚轩满头大汗，带着几个衙役，一脸紧张地挨个房间寻找。楚轩看到孟元的那一刻，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放松了下来。他迅速上前，一把就将孟元抱在怀中。孟元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跳动的心脏，他抱得很紧，孟元的骨头都有些疼。他从未见楚轩这样的慌张过。孟元心中一暖，抬手轻轻地拍了拍楚轩轻颤的肩膀，乖巧道：“哥哥，我想你了。”楚轩闻言微微闭了闭眼，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给你买的糖葫芦，还吃吗？”孟元将埋在楚轩的胸膛，不知为何突然眼眶微热，他点点头，抱着楚轩的手紧了几分。楚轩变戏法一般，从身后拿出买好的糖葫芦递给孟元，伸手轻轻地揉了揉孟元柔顺的发丝，他的腿都要跑断了。他跑去报官，没人搭理，只能用银子找了2个刚刚换班的衙役帮忙寻找。他们几乎将县城的客栈翻了个遍，生怕晚1秒孟元会出事。既然人找到了，我们就先走了。衙役拿了钱转身就走。楚轩仔细地查看了孟元，确定他真的没事，脸色才缓和了一点。这时，他突然听到房间内传出的尖叫声，冯柳柳和村民也刚好赶到。众人看到眼前的这一幕，都纷纷议论了起来。孟元和楚轩在一起，衣服整整齐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孟元不是在这里吗？他哪里和男人睡在一起了？而且他看起来也不像染了花柳病的样子啊。柳柳啊，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呢？村民将目光放在冯柳柳的身上，冯柳柳脸色苍白，连忙尴尬地说道：“我分明看到孟元他说着就要上前去拉孟元的手。圆圆，你不是跟着我一个男人进了客栈吗？我只想不想让你受委屈。今天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孟元看着他这副样子，心中冷笑，自己现在可一点都不傻。
冯柳柳还想用这种方式逼在自己就范，可笑。突然，一双大手将孟媛揽入怀中，楚轩看着冯柳柳，一把将她推开，声音冰冷，毫不留情道：“将你的脏手拿开！还有你说谁染了花柳病？”冯柳柳感觉楚轩看自己的眼神像在看个死人，吓得冷汗直冒，往后退了几步，颤着唇也不敢出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元涛那个蠢货到底在搞什么鬼？冯柳柳脸上带着尴尬的笑意，故作紧张地说道：“都怪我，一直担心孟媛出事，这才着大家一起来。既然她没事了，大家也就回去吧。”他的话立马就引起村民的不满。你拿我们当猴耍呢？而且你不是说他得了花柳病，我们自然也得确认啊，不然我们多危险呢！村民的话咄咄逼人。孟媛冷着脸看着冯柳柳，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的脑子这么简单，就算是陷害，也不该说自己染了花柳病啊。只有经常流转在青楼的人才会染上，自己清清白白的，真是愚蠢至极。除非……孟媛小脑袋瓜转得飞快，恍然大悟，有病的是冯元涛。楚轩将护孟媛在怀中，听着众人的画面，无表情，眼神冰冷，冷声道：“我是孟媛的未婚夫，她没有病，我可以担保。”村民闻脸色微变，楚轩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牵着孟媛的手上前，一脚便踢开了房间门，淡淡道：“有病的是里面的人，报应也是他们的。”房间内缠绵的两人动作一顿，妓女看着门口的人，连忙躲在暗处将自己的衣服穿好。她身上的红斑明晃晃地展示在众人的面前。妓女穿好衣服，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村民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生怕沾染上什么脏东西。村民一阵惊呼：冯元涛又犯病了！他上次当街要强了大妈的事情，这次竟然来县城找妓女。此言一出，冯元涛的理智稍稍的回笼了一些，他扯掉蒙在眼睛上的黑布，一看到来人，瞬间白了脸色。孟媛在楚轩的怀里，正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冯二哥，刚才玩得好吗？”他话音刚落，眼睛就被一双温柔的大手蒙住。男人低哑的声音响起：“脏，别看。”孟媛心中一暖。冯元涛大脑昏昏沉沉，立马用衣服护着身体，背后的红斑让村民不由得恶心。冯柳柳慌张地上前，挡在众人的面前，一脸好心地说道：“大家都回去吧，这是个误会，我二哥只是想来县城找女人。柳柳，你先前可是口口声声说孟媛要强行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你还看得真切。现在怎么又说这样的话？福神的报应怎么报应到冯元涛的身上？你不是腐女吗？我们这么大老远的过来，不是让你当猴耍的。”冯柳柳双眼微红，眼眶里蓄满泪水。“我说的都是真的。”“胡说！”楚轩冷声道，他目光死死地盯在冯柳柳的身上，质问道：“还有，你污蔑媛媛清白一事，是否也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就是。”孟媛抱着楚轩的胳膊，仗着有人护着他，小脸上满是得意。冯元涛气急败坏，握紧拳头，突然朝着楚轩冲了过来。楚轩眼疾手快，一把将冯元涛踹开。冯元涛被踹飞2米，已经疼得脸色发青，嘴里还一边叫嚷着：“不可能！刚才明明是孟媛跟我在一个房间，她是我的，我们已经睡了。”楚轩听着冯元涛的话，眼底杀机四起。冯元涛躺在了地上，喘着粗气。媛媛，孟仲山一瘸一拐地赶到，看到孟媛安然无恙，才松了一口气。“爹爹，我没事。”孟媛扑到孟仲山的怀里，小声地安慰道。孟仲山双眼微红，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冯柳柳脸都白了，事已至此，也只能自圆其说了。虽然我不知道孟媛怎么会跟我二哥在一起，但是我二哥不可能骗人的。他既然已经和我二哥两情相悦，能在一起也是好事。今日是我二哥鲁莽了一点，他以后会好好对待孟媛的。“你闭嘴！”楚轩冷声说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说着，转头对着门口说道：“
出来吧！”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人缓缓走了出来。冯柳柳愣在了原地，手微微的颤抖。男人站在楚轩面前，竟毫无预兆地跪了下来。楚轩淡淡道：“将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男人将冯柳柳给钱让他绑架孟媛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只不过后面开口称中途人被楚轩救了。楚轩阴翳的目光闪过一抹杀意，一字一顿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人证物证俱在，今日必须还孟媛一个公道。”村民一片唏嘘，腐女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孟媛是傻，但是也不至于被这样的欺负，太过分了，哪里有做腐女的风范？这要不是楚轩把孟媛看得牢，今天他怕是倒霉喽。冯柳柳双腿发软，他转头看了一眼冯元涛，后者没有一点要维护他的意思。冯元涛的脸上红晕还未散去，身体的热度一点都没有抵消。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冯柳柳，一字一句带着威胁的意味。这一切都是冯柳柳策划的。二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分明是你！冯柳柳震惊地看着冯元涛，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冯元涛打断。对，就是你将孟媛带过来的，钱也是你给这个人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冯元涛说得理直气壮，目光阴狠地看向冯柳柳。冯柳柳气得不行，该死的冯元涛竟然想让他一个人顶罪，面上仍然是一副我见犹怜的单纯模样。我以为你跟那名男子只是寻常交易，没想到你竟然对孟媛妹妹下手。哥哥，你太不应该了。村民看着兄妹二人互相推卸责任，议论纷纷，众人的指指点点让冯大海丢尽了颜面，他再也听不下去，三角眼透着几分怨毒。走上前扬起手，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冯元涛的脸上。你给我闭嘴！出了这样的事，你还想拉你妹妹下水？快给孟媛道歉！冯元涛捂着自己发红的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冯大海。爹，你打我！冯大海早已看清了事情，冯元涛和冯柳柳之间，他选择保住冯柳柳，他腐女的身份不能丢。这个罪名推到冯元涛的身上也能轻松接过。他捡起地上的棍棒，装作怒火冲天的模样，不由分说朝着冯元涛的身上就打了过去。我打死这个不孝子！一声惨叫，冯元涛被打得皮开肉绽。冯柳柳默默地站在一旁，低着头不敢去看。孟媛抱着楚轩的腰，眼神冰冷地看着冯柳柳。没想到这次一向重男轻女的冯大海竟然会选择保护冯柳柳，看来腐女的身份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好处。爹，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冯元涛的声音微弱的求饶。冯大海握着棍子的手微微的发抖，他冷着脸道：“我冯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冯元涛的身子本就亏空严重，接二连三的折腾，又受了家法晕死了过去。冯大海转头走到孟仲山的面前，手里的棍子掉在地上，满含歉意地拱了拱手说道：“孟老弟，我儿子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差点害了你们孟媛，我已经家法处置，你看这件事就算了吧。”孟仲山的怒气未消，当着众人的面不好发作，黑着脸什么话也没答应。冯元涛欺负孟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次次都不惩罚，以后还怎么得了？冯大海仗着自己是村长，对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屡次包庇，真当他们孟家好欺负的软柿子。冯大海目光紧盯着孟仲山，见他不原谅，也不说话，有些尴尬，心里也愈发恼怒。他都给他们低头了，竟然还想不依不饶。孟仲山这阵子过得怕是太舒服了。楚轩站在一旁，当着众人的面，面无表情地说道：“这件事情对孟媛伤害极大，对敬德村的影响十分的恶劣。我已经报官了，晚点衙门就会来人将绑匪带去审问。”冯大海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伸手指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冯元涛，暴跳如雷：“孟仲山，我亲手将儿子打成这副样子给你赔罪，你家孟媛没有一点事，可我儿子现在成了这样，你还不善罢甘休，想着报官？
孟仲山将孟元护在身后，面对冯大海一身正气，丝毫不为所动。他一语不发，让冯大海颜面扫地。好啊，孟仲山，很好。冯大海气得直发抖，冷哼一声，面色黑青，眼神仿佛要吃人一般。他看向一旁围观的村民，冷声道：“还愣着干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将人带走！”冯大海一声令下，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上前将冯元涛抬了出去。冯柳柳和孟元擦肩而过时，眼神狠毒地看了一眼孟元。孟元一脸的莫名其妙，压根不搭理他。元元不怕，爹爹这就带你回家。孟仲山是吓坏了，赶紧领着孟元回家。到家了更是好一通检查，生怕孟元有一点磕碰。爹爹不担心，哥哥在，元元没事的。看着孟仲山担心上火的样子，孟元心里也不太好受，忙举着手臂转了一圈，示意自己没事，然后活蹦乱跳地扑进楚轩怀里，抱着他的窄腰不撒手。楚轩被缠得有些脸热，尤其是当着孟仲山的面，更是不自然。他伸手想扯开孟元的手，但却怕弄疼了他，所以压根没用力，结果被孟元抱得更紧。女子娇软的身子整个贴在他身上，呼吸间更是一片让人心猿意马的馨香。孟仲山瞧着两人，脸色不由黑了黑。可看到孟元此刻还活蹦乱跳出现在自己眼前，心里庆幸却仍有后怕。孟元本该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如今却跟着他在这偏僻乡野吃苦，好容易平平安安的长大了，偏偏一直被那畜生惦记着。孟仲山低头看了看自己枯老无力的双手，微微叹了口气。他老了，再护不住孟元了。楚轩虽然不简单，但人品他是看在眼里的。若真把孟元托付给他，倒也是放心的。圆圆，你先回房，我有话和楚轩说。孟仲山看向二人，孟元有些茫然，不知道孟仲山要和楚轩说什么悄悄话。不过看孟仲山一脸严肃，还是乖乖回房。孟伯，楚轩站直了身子，微低着头，一副甘愿受训的模样。毕竟今天孟元会走丢，他有很大责任。孟仲山却一改往日的严肃与防备，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分外凝重。楚轩，这些日子你对圆圆的好，我是看在眼里的。我若让你娶了圆圆，你可愿意？楚轩微怔，薄唇紧抿成一条直线，眼中闪过几分挣扎，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抱歉，我不能娶她，但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不会再让她受任何委屈。孟仲山有些失望地叹口气，行吧，有你这话我也放心，你回房吧。孟元在房内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楚轩进来，正打算趴门口听听孟仲山都和楚轩说什么了，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孟元猝不及防扑进了男人怀中。圆圆，怎么还不睡？楚轩好脾气地将他捞起，熟练地揽着他的腰往床边去。经过孟元这些天的不懈努力，楚轩几乎已经习惯这样的肢体接触了。孟元也越发的肆无忌惮起来，他抱着男人的窄腰上下其手，感受着腹肌结实的手感。看见楚轩把他放在床上，就打算离开。孟元忽然伸手勾住他的脖子往下压。圆圆怕睡不着，两人距离极近，楚轩几乎能看见孟元清澈瞳孔里自己的倒影。圆圆乖，你先把我放开。不，我要哥哥陪我一起。孟元双臂缠绕上去，整个人埋在楚轩的颈窝之中，感受着女子的体温。楚轩眼眸暗了暗，想要挣开却不敢用力，怕弄疼了孟元。过了一会儿，只好妥协，他任由孟元抱着，小心把被褥盖在孟元身上，手掌轻轻拍着孟元的后背，像是在哄孩子一般。孟元被折腾了一天，实在也是累了，此刻依偎在男人怀里，安全感十足。没过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楚轩等他睡熟了，才轻手轻脚地把人放在床上，看着女子熟睡中微微红润的脸庞，一时有些失神，情不自禁地伸手想要触碰孟元白皙柔嫩的脸蛋，可即将碰到时，他却猛地停下了动作。不行，
楚轩眼中柔情尽数褪去，他深吸了一口气，面无表情地起身，像是逃离什么般，匆匆离开了房间。回到家，冯母将所有的错都怪在了冯柳柳的身上，狠狠地在他身上掐了几下，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冯柳柳也打一顿，让他尝尝家法的疼。爹爹，娘亲，都是我不好，早知道二哥喜欢孟媛有这样的心思，我一定会阻止的。你闭嘴，我儿子绝对不会喜欢上一个傻子。冯母大怒，你这个赔钱货，就知道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此后，冯母就对冯柳柳处处刁难，家里的脏活累活都丢给冯柳柳去做，还要免不了被冯元涛找麻烦。冯柳柳正在洗衣服，洗到冯元涛的衣物时，用手中的棒槌嫌弃地将衣服挑起来，丢在了一边，捂住了自己的鼻子。突然，身后一股强劲的力量袭来，将他推到水中。冯柳柳半截衣服瞬间湿透，冯柳柳连忙起身往后退了几步，看清是冯元涛，委屈不已：“二哥，你干什么？”冯元涛冷着脸，气息不稳，怒吼道：“将我的衣服挑出来，是不是嫌弃我的病？这些还不都是你害的？要不是因为冯柳柳，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被打的几天下不来床，身上花柳病的症状自那日之后也越来越严重，天天养得他睡不着，脾气也愈发暴躁。”冯柳柳心里委屈至极，眼眶微微发红：“二哥，我没有，我只是放在一旁刚要洗而已。”冯元涛压根不吃这套，眼神凶狠地瞪了一眼冯柳柳，怒道：“最好如此，你要是将我惹急了，我就让母亲将你这个赔钱货嫁出去。”冯柳柳不敢说过多的话，只能将心里的怒气压着。她不想被赶出家门，更不想被嫁给老头，都是孟媛的错。她要是乖乖听话，怎么会出这种事？她现在只能忍气吞声。冯元涛动不动就找她的麻烦，冯母压根不待见她，多干点事情才能在冯家过得好点，不然真怕自己说错话被卖出去。冯柳柳将衣服洗好，放在木桶里，双手吃力地提着桶往家走。路过孟家时，便听到里面传来孟媛和孟仲山的声音。孟媛在院子里拿着一个木棍，乖乖地蹲在地上写字，侧脸瓷白的皮肤隐隐泛着光，甜甜的小酒窝盛满笑意。孟仲山就站在他的身边，看着孟媛写的字，宠溺地摸摸他的头，圆圆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了。孟媛抬头认真地看着孟仲山，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谢谢爹爹夸奖。”门外路过的冯柳柳放下手里的桶，心里羡慕无比。他在冯家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亲情。孟媛一个傻子，凭什么能拥有这么好的一切？他不甘心，内心的嫉妒更加的激增了冯柳柳心里的怨气。孟仲山转身回了房间，冯柳柳撩撩自己耳边的碎发，缓缓地走进孟家。“媛媛，你在玩什么呀？”冯柳柳收起自己阴毒的目光，满脸笑意地走进孟家，上前蹲在了孟媛的身边，抱着孟媛的胳膊，亲昵无比。孟媛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往边缘的位置挪了一下，脸上满是嫌弃：“我爹爹不让我和你一起玩，你是坏人。”他就知道没给冯柳柳一点教训，他消停不了多久。冯柳柳闻言脸色一顿，尴尬地笑笑：“媛媛，我们可是好姐妹，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孟媛看到冯柳柳裙摆上面还沾染了不少泥土，看起又脏又狼狈，她的洁癖症犯了。“柳柳，你的衣服怎么这么的脏？”孟媛指向冯柳柳脏兮兮的裙摆，面露嫌弃。冯柳柳的脸色一变，手将脏处慌忙地遮住：“是我不小心弄脏了。”心里气闷极了，从来只有他嘲笑这个傻子的份，什么时候轮到傻子笑话他了？我们是好姐妹，我特意下厨给你做了好吃的糕点，要不要去尝尝？走吧。冯柳柳拉着孟媛的手蛊惑地说。他拉着孟媛的手微微用力，像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孟媛将手从冯柳柳的手中抽了出来：“不去不去。”冯柳柳不肯轻易放弃，这几天被冯元涛处处欺负，他已经受够了，
将孟媛带回去，或许冯元涛会放自己一马。走吗？圆圆，冯柳柳说的情真意切。孟媛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见冯柳柳还想欺负自己，孟媛不着痕迹地从腰间的针包里拿出一枚银针，趁着冯柳柳不注意拉冯柳柳拉自己的时候，迅速抓住他的手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冯柳柳的手腕扎了上去。哼，这冯柳柳真当他好欺负，今天就让他尝尝厉害。冯柳柳的注意力全在孟媛的身上，只觉得手腕处传来一阵疼痛，低头去看什么都没发现。孟媛转头认真地看着冯柳柳，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指着他喊道：“柳柳，你脸上怎么了？”冯柳柳的手一顿，下意识地抚上脸颊，果然摸到了一些凸起的小点，诧异道：“怎么回事？”孟媛捂着嘴笑得开心，笑着道：“柳柳脸上痘痘，好多痘痘。”真难看！什么？冯柳柳听到孟媛的话，眼神惊恐了起来，果然感觉自己的脸开始灼热了起来。他捂着脸，慌忙地跑出了孟家，在门口差点撞到楚轩的身上，遇到了楚轩，迅速地捂着脸不敢看人。楚轩看着冯柳柳的背影，微微蹙眉。院中的孟媛看到他已经跑了过来，睁开双臂就抱住了楚轩的腰。哥哥，你回来了。楚轩沉默地看着他，眼眸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刚刚他看得很清楚，孟媛使用银针速度极快，这丫头什么时候会用针了？李大夫真的教会了他？楚轩的心里满是疑惑。冯柳柳脸上满是红疹，时不时还瘙痒，他不敢出门，只能待在家里。母亲，你就让爹爹帮我找个大夫看看，我到底是怎么了？冯母无所谓地扫了眼冯柳柳的脸，看什么看？叫大夫不花钱是吗？过几天就好了。冯柳柳心里无尽的委屈，小声道：“母亲，求你了，女子的脸最重要，我是妇女，更在乎这一点。”冯母懒得看他，不耐烦道：“可不就是因为你是妇女，嫁人不在意你的容貌，你害怕什么？”冯柳柳暗恨，清楚冯母是真的不打算搭理他，只能寻了条面纱戴起来。这时季荣竟来村里找他，冯柳柳没办法，只能去了两人私会的地方。冯姑娘今日为何要戴面纱？季荣有点诧异地看着他。冯柳柳低着头小声道：“这几日妇女的气运消耗得太大，有些憔悴，怕污了季公子的眼。”季荣一听笑道：“怎么会呢？我与冯姑娘相识许久，不会见外。”他说着就要靠近冯柳柳，冯柳柳只能躲着。平日里他最喜欢亲近季荣，没想到有朝一日竟要躲着他，天不遂人愿。冯柳柳脸上的面纱突然被风吹起，面纱下的容貌显露在了季荣的面前。季荣被吓了一跳，连连后退了好几步。冯姑娘你……冯柳柳眼中满是泪水，轻声道：“我都是为了村子的福泽才变成了这样，你放心，过几日就好了。”他说着就往前几步，季荣连忙转身离开。冯姑娘，我改日再来看你。冯柳柳站在原地，心痛到无法呼吸。冯柳柳知道自己被季荣嫌弃，这脸要是治不好，季荣恐怕以后都不会和自己见面。为了不撞见人，冯柳柳捂着脸从小树林穿过，没想到迎面就撞上了几个从地里回来的村民。他们手里拿着锄头，看到冯柳柳高兴地走了过来，眼看躲不掉，冯柳柳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村民将冯柳柳围在中间，议论了起来：“柳柳啊，我们听说你要给村里修路，是不是真的？”柳柳说的肯定是真的，她可是妇女，还能骗我们吗？是吧，柳柳？冯柳柳闻言，震惊地瞪大了眼：“你们说什么？”不料村民全都惊骇地往后退了好几步，看向他的眼神满是惊恐。冯柳柳这才反应过来，他刚才不自觉间把手从脸上挪开了，满脸的红痘暴露在众人的面前，甚至有的痘痘都化脓了。他惊叫一声，慌忙把脸挡住：“你们别看，别看！柳柳，你这是怎么了？这脸上是怎么回事？太难看了吧！”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冯柳柳硬着头皮尴尬地解释：“
我脸上的痘是为了村子里的福泽了，消耗了元气，过几天就好了。村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柳柳修路的事情什么时候办？下雨路太烂，种地都耽误时间。是啊，柳柳，我们可都等着呢。冯柳柳捂着脸的手微微颤抖。这些村民的满眼都是福泽，压根不在意自己。你们放心吧，只要福泽足够，就可以修路了。有了冯柳柳的承诺，村民都高兴不已，直夸冯柳柳作为妇女为村子着想。柳柳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柳柳，你放心，你的脸一定会好起来的。冯柳柳借着台阶就下，连忙点头。我去祠堂，福神看到我的虔诚期待，会有福泽降临。他说完，捂着脸迅速地回家。他得想办法赚钱，不然冯大海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孟元只等着看冯柳柳的笑话，那张脸可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好。自己略施小计就够冯柳柳受的，顶着那张满是痘的脸，看冯柳柳还怎么作妖。他越想越觉得好笑，学字的时候忍不住笑出了声。楚轩批完柴，刚走进房间，就看到孟元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毛笔，两只脚丫轻轻地晃动，一脸开心的模样。见楚轩进来，孟元连忙坐直了身子，手里的笔规规矩矩地握着，装模作样地开始写字。楚轩眼眸微动，深邃的眼眸闪过一抹笑意。楚轩将斧头放好，弯腰拍拍自己裤腿上的尘土，就往外面走。这是要去哪里？孟元连忙追了出来，一把抱住楚轩的腰，疑惑地问：“哥哥，你去哪儿？”楚轩看着腰间细嫩白皙的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转身看着孟元：“我去一趟衙门。”孟元这才想起，被绑架的时候，楚轩当着众人的面说了报官，本以为是吓唬冯大海的，没想到他真的做了。这个男人是个行动派，说到做到，在孟元心里的形象都高大了几分。我也要去。孟元声音软软糯糯，眼巴巴地看着他。楚轩拿他没办法，只能答应了下来。孟元如愿地跟着楚轩去了县城，只是今日的县城不同于以往的热闹喧哗，反倒是人烟稀少，显得格外萧条。孟元心底有些不安，下意识紧紧拽着楚轩的衣服。路过一家医馆，便看到不少人在排队看诊，他们个个捂着肚子，脸色苍白，哎呀惨叫。还有一个男子晕倒在一旁，身边的妻子扶着他默默垂泪。孟元抱着楚轩的手往前走，微微蹙眉，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病人？这时，医馆门口被推搡出来一个女人，女人披头散发，怀里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师：“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他的额头磕得红肿，渗出血迹，抱着孩子的手微微收紧。一个白发医师站在他面前，拉着他就要起来：“不是我不救，你这孩子昏迷不醒，病入膏肓，已经没救了，快回去准备后事吧。大夫，孩子是我的命根子啊，求您救救他吧。”医师一脸的无奈，他将人扶起来，指着排队的人规劝道：“这里这么多人，晚一分都是要命的，听我一句劝回去吧。”女人抱着孩子痛苦的哭泣。孟元听到声音，定睛一看，竟然是张桂芬和她的孩子。他立马停下脚步，拉了拉楚轩的衣角，指指张桂芬：“哥哥，你看。”楚轩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见张桂芬抱着孩子，凄惨的模样，微微蹙眉：“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样了？”孟元心里满是疑惑，拉着楚轩的手就走了过去。走近才发现张桂芬的脸色也惨白无比，明显也生了病。张大娘。孟元弯下腰，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张桂芬抬头看到孟元的时候，泪眼婆娑，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孩子。孟姑娘。张桂芬满脸泪水，声音哽咽：“谁能救救我的孩子啊？”张桂芬几乎天天来摊位上买鱼，对孟元始终以礼相待。他的儿子虎头虎脑，乖巧可爱，看到他发生这样的事情，孟元实在看不下去。孟元蹲在身子，看到孩子脸色苍白，脸肉眼可见瘦了一圈。他将手轻轻地搭在孩子的手腕上，低头沉思了片刻。孩子的脉搏虽然微弱，
但还没到无法救治的地步，并没有医师说的那么难，还有救。他想要给张桂芬的孩子治病。楚轩紧绷的目光盯着孟媛，张大娘，你儿子还有救？张桂芬闻言，身子一僵，诧异地看着孟媛，胡乱地擦去自己的泪水。孟姑娘，你是说你有办法救我儿子？他记得孟媛是个傻子，怎么能给人治病？可怀里的孩子气息微弱，再拖延下去，恐怕真的会无力回天。他一脸期待地抓住孟媛的手，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孩子的命重要，他眼下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孟媛面色平静，认真地点头，孩子不会有事。张桂芬看着孟媛郑重的表情，怔了怔，心中没有来的涌起一股信任，抓住孟媛的手紧了紧。那你快治治。楚轩看着孟媛镇定的模样，全然没有以往那股子憨劲，黑眸不自觉眯了起来，心中隐隐有个猜测呼之欲出。孟媛看着周围都是病人，心里越发的着急。张大娘，你家在这附近吗？孩子要躺平针灸。他说着，拿出腰间的针包示意。张桂芬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奋力起身，连忙拉着孟媛拔腿就走。孟姑娘，我家就在巷子里，你快来。楚轩沉默地跟在两人的身后进了巷子，他看着孟媛的背影，若有所思。到了张桂芬家里，孟媛发现她家的院子敞亮，一看就是大户人家，但走进房间，却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房间内摆放的桌子，陈旧的斑驳印记显而易见。孟媛看得出，张桂芬以前家境不错，如今家道中落。她的丈夫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张桂芬一进门就连忙将儿子放在床上，拉着孟媛给孩子看病。孟媛让她准备一些热水，将银针放在热水中过了一遍，脱掉孩子身上的衣物。在张桂芬震惊的目光中，数十枚银针落在孩子的身上。孟媛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捻着银针，张桂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针尖，呼吸都仿佛要停止了一般。每一根针落下，张桂芬的心就仿佛被人狠狠地一揪，她眼眶微红，眼中蓄满泪水，紧张地握着孩子的手，将希望都寄托在了孟媛的身上。楚轩脸色紧绷，抿着唇，心里有些震惊。他虽然相信孟媛不会拿生命开玩笑，可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稳，像个老手。不消片刻，床上的孩子突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孟媛将最后一枚银针落在膻中穴上，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了下来，脉搏也恢复了正常的频率。孟媛暗暗松了一口气，对着张桂芬认真的询问道：“张大娘，有没有纸笔？我写个方子，你去抓药。”张桂芬匆忙地擦擦脸上的泪水：“好，我这就去。”她的声音都透着喜悦，连忙拿来了纸笔。她看着孟媛写下药方，拿在手里十分震惊，在外人口中的傻子、灾星，竟然能给人治病，字写得还这么好看，这不亚于母猪会上树的程度。看样子谣言果真不可信。她手里捧着孟媛给的药方，出门抓药。孟媛转身去救治张桂芬的丈夫。等张桂芬回来的时候，她的丈夫虽然还没苏醒，但脸色都已经好转不少。她高兴不已，孟媛帮她给孩子熬药，顺便问起了为何全家会生病的事。刚才在给他们治病的时候，孟媛已经判断出是食物中毒，要是再晚点，真的会出人命。张桂芬给儿子和丈夫喂了药后，没一会儿孩子就苏醒了过来，她丈夫的状况也已经恢复。张桂芬抱着儿子喜极而泣，硬是让他给孟媛磕头感谢救命之恩。孟媛连忙将他们扶起，将张桂芬拉到一边，开始询问：“张大娘，你们最近吃了什么东西？你丈夫和儿子是一样的病。”听到孟媛的话，张桂芬气得手都抖了。她声泪俱下控诉一番，都是冯柳柳卖的鱼肉惹的祸。张桂芬擦擦眼泪，恨得咬牙切齿。那天说鱼肉吃了可以有福气，我买回家就让丈夫和儿子多吃点，自己没舍得吃几口，却没想到害了他们。张桂芬告诉孟媛，他们家开了一家客栈，
最近生意一直不好，他就想着买点鱼沾沾福气，想着或许生意会有点起色，没想到害得全家都生病，这让这个家更加雪上加霜。那个挨千刀的女人就是个骗子，若不是她，我们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再让我看到她，我一定和她拼命。楚轩听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孟元眉头紧锁，他没想到这冯柳柳胆子真这么大。若是问题出在了鱼上，那医馆门前的那些人都是被冯柳柳害的，也不知道冯柳柳在里面加了啥。这些病情看似食物中毒，却比其更加棘手。想来这也是普通大夫束手无策的原因，这可是几十上百条的人命啊！他是想救，但是只有一个人，实在分身乏术，该怎么办呢？孟元下意识回头看向楚轩寻求帮助，却对上男人深沉的黑眸，似要将他看透，心里一惊，糟了，他忘记他是个傻子了。孟元连忙装出害怕的神情，扑进楚轩的怀中，口气有些小心翼翼。哥哥，楚轩抬手摸了摸怀中的小脑袋，眼底闪过一丝笑意。他似乎知道这小家伙的秘密了。孟元以为楚轩没多想，心里暗暗松了口气。男人低沉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这件事影响非同小可，县城不少人都生了病，想必知县也早已得了消息。但是偏偏城里的大夫对大部分人的病情都束手无策，圆圆可是有办法。”孟元双眸一亮，对呀，城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县令肯定也很着急。只要让县令通知各大医馆治疗方法，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孟元忍不住抬头对着楚轩甜甜一笑，雀跃道：“圆圆知道，李大夫教过圆圆的。”张桂芬看着这对郎才女貌的璧人，心里满是感慨，忍不住担忧道：“可县令会相信孟姑娘的话吗？毕竟他要不是儿子被大夫打了死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断然不会让一个傻子给他儿子看病的。”孟元闻言，神情瞬间黯然下来，下一秒，男人笃定的话就传入他的耳窝：“当然，圆圆可是李大夫的徒弟。”孟元心中一动，抬眸就对上男人的视线，一眼万年。孟元白皙的脸颊上透着一股粉嫩，他觉得这次是真的要沦陷了。啥？孟元竟然是李大夫的徒弟？张桂芬惊叫，诧异的上下打量这眼前这个小姑娘，心里对儿子跟夫君的担忧可算是彻底放下来了。李大夫可是个神医，当初他在路上3俩下就救了个突发胸痹差点过去的老头，在我们这个地方可谓是一战成名，上门求医的人数不胜数。后来不知怎地就在县城消失了。孟元倒没想到李老头竟然还有这一过往，不过确实他本来也不晓得自己中医学到什么地步，不过单看这次的事情，他的医术估计早就领先这个小县城那些大夫一大截了。单单一本医术就能让他学到这种地步，小老头自个儿肯定懂得更多。孟元止不住心情的亢奋，恨不得立马就回去找李老头钻研医术。他在现代本身也是个医学狂魔，不过在这之前，他得赶紧去县令那儿把事情解决掉。走吗？我们快去找官府。张桂芬一愣，不知怎地，孟元话题就转到官府去。但是他一想到自己差一点失去孩子跟夫君，心里那股子火就越烧越旺，连忙道：“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一定要去官府告冯柳柳。”说着将孩子安抚好，就急忙起身。路上，张桂芬一眼就看到当初在冯柳柳摊位抢购的最凶的几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拖着一家男女老少在医馆门口排队，每个人几乎都是瘫坐在地，喘口气都十分艰难的模样，甚至有一户人家的孩子已然断了气。那位母亲神情崩溃地将孩子护在身下，泪水疯狂从眼眶溢出，她狠狠地往自己脸上扇了好几巴掌，下一瞬，自己一口气没上来，轰然倒在地上疯狂抽搐。现场瞬间乱作一团，张桂芬不敢再看，下意识擦拭了下自己眼角没忍住溢出的泪水。差一点，她的宝就跟那孩子一样，
躺在那一动不动。还好，还好，他遇到了孟元。张贵芬一步不敢停留，急步带着孟元二人往官府赶。到了县衙，楚轩走上台阶，拿起鼓槌，敲响了衙门西侧的升堂鼓。咯吱一声，县衙的门缓缓地打开。楚轩牵着孟元的手，跟在张贵芬身后一同进去。许久，县令陈平才姗姗来迟。他身上的官服包裹着肥胖的身体，重重地坐在椅子上，一双狐狸眼精明地打量着楚轩和孟元。堂下何人？陈平扬起下巴，轻蔑地看着眼前的人，一脸的不耐烦。楚轩眉头微蹙。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散漫的官员，全然没把县城百姓的安危放在眼里。他看了眼乖乖站在自己身旁的孟元，深吸口气，压下心中不耐，黑着脸道：“县城出现了大量病患，都是因为吃了鱼肉导致。我们现在有良方可以救人，还请县城将配方告知其他医馆，救人于水火。”楚轩声音淡淡，态度更是不卑不亢，眼睛直视着陈平，丝毫没有寻常百姓对官员的畏惧。陈平一下恼了，偌大的县城全仗着他这个县令过活，什么时候轮得到一个贱民对他发号施令？大胆！陈平一巴掌拍在桌上，气得吹胡子瞪眼。本官是朝廷亲封的九品县令，你这个贱民见了本官不仅不跪，还胡言乱语。本官怎么没听说什么病患呢？来人，把这群谎话连篇的贱民拖下去打100棍！陈平说罢，又慢悠悠地在椅子上坐下来，肥硕的脸上露出得意嘲讽的神色。还敢挑战他的威信，整不死你们！衙役听命上前，要将他们拖下去。张贵芬见状，立马慌了神，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大人，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儿子的命就是他们救的。张贵芬急得直冒汗，这100棍打下去，可是要死人的。大人，要不是亲眼所见，草民就是吃了100个胆子，也不敢欺耍您啊！求您了，相信他们吧。张贵芬说完，又砰砰连磕了几个响头。陈平见状也犹豫起来，不过看见楚轩仍旧一副面无表情的冷淡样子，火气又蹭蹭地往上冒。陈平不耐烦地啧了声，把惊堂木重重往桌上一拍，极其烦躁地问：“你说你有药方？什么药方？从哪来的？万一治死了人，那就不是打100棍那么简单了。”孟元抿唇，现在他顶着傻子头衔，要说是他写的药方，有谁会信？怕是现在就被陈平轰出去治罪了。虽然李大夫不在，但也只能将他搬出来救急了。孟元开口刚想说话，张贵芬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哆哆嗦嗦地指着孟元道：“大人，是孟姑娘写的药方，是真的，我亲眼看见她把我儿子治好的。”孟元顿时直冒冷汗，没想到张贵芬这么不惊吓，一时有些紧张。这个陈平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像电视剧里那些贪官污吏，动不动就要砍人的脑袋，不会因为几句话就知罪吧？不至于吧？楚轩几乎第一时间感受到身旁女子的害怕，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县城出了这么大事，这陈平狗眼看人低，自己不看重百姓的命，有了救命的法子，他也不想沾边。这就是那群只会揣测心计的人，管理下出的好官。你若是不信，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打听，若在下有半句虚言，后果自负。他冷声道，紧紧牵住孟元的手，轻轻捏了捏，似乎在告诉他不用害怕。陈平被这气势十足的一句话吓了一跳，不由认真打量楚轩一眼。男子身材高大，相貌俊朗，眉宇之间英气逼人，即使穿着粗布麻衣，也难掩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凌厉威严的气息，让人望而生畏。尤其是那双黑眸，犹如寒潭深渊般，让人不敢直视。冷厉的目光只是轻扫来一眼，陈平便觉腿脚发软。妈的，一个农夫哪来这么吓人的气势？陈平瞪着眼半天，愣是没敢说话。还是一旁记录的文书有眼色的上前，凑在陈平耳边解释了几句：“大人，今日县城确实有不少人去医馆看病，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孟元皱了皱眉，这说话的人竟然是冯元涛的大哥冯元伯。先前冯大海、冯仁就说冯元伯在县衙当差，很受县令的重视。孟元和楚轩早有耳闻，想不认识都难。和冯元涛那蠢货不同，这冯老大读过几年书，是个温和有礼的，在村子里也没怎么欺负过原主。只是每次看到他，孟元心里总会觉得不舒服，但具体说不出来。冯元伯凑在陈平身边，满是麻子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皱巴巴的，简直像块破抹布。他说完，似乎察觉到孟元打量的视线，忽然往他的方向看了一眼。冯元伯豆绿的小眼冒着金光，孟元被看得心里一咯噔，他不会搞什么幺蛾子吧？大人，医馆的事是真的，可这药方恐怕……冯元伯皱眉，一脸为难。这位孟姑娘是我们村的，脑子不太好使，而且还是出了名的丧门星，怎么可能会治病救人？陈平听了这话，才缓过神来，不由得大怒。他一个山野农夫，三番两次不把他放在眼里，竟然还想拿个傻子忽悠他，说出去他的脸还往哪放？放肆！一个傻子也敢愚弄本官？县里这么多大夫能治病，本官用得着信你一个傻子的药方？来人呐，把这群刁民给我押到地牢去！陈平怒吼着发号施令，门外一下冲进来几个衙役，上来就想按住孟元和楚轩。孟元只觉腰身一紧，下一秒被人揽着护在怀里。楚轩抬手死死捏住衙役即将触碰到孟元的手腕，低沉冷漠的声音不带丝毫温度：“现在城里已经开始死人了，死伤一旦过百，你这个狗头县令也用不着做了。”陈平脸色肉眼可见地慌了一下，想要反驳，却发现根本说不出话来。病患爆发是真的，暂时无治疗的良方也是真的。如果真像楚轩说的那样，那别说头上这顶乌纱帽了，就连脑袋恐怕也保不住。见陈平没说话，衙役们也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楚轩冷冷扫了眼周围的衙役们，将孟元又往怀里揽了几分，继续盯着陈平道：“我们手里的药方乃是出自李大夫之手，他云游在外，我们也是受了嘱托行事。”张桂芬这才缓过神来，一听楚轩说李大夫，倒算是的，急忙点头：“对对对，我刚刚太着急了，说漏了，这确实是李大夫开的药方。”一听李大夫的名号，陈平有几分信了，不过看着孟元和楚轩二人，还是半信半疑。他摸了摸胡子，犹豫了许久，才让冯元伯写了份文书送下去，让本官信你们可以签字画押，若是治不好，本官为你们试问。可以。楚轩没有丝毫犹豫，冷声答应。他现在着急救人，再晚点怕是死的人更多。他上前写好就要签字画押。孟元突然拉住他的手，微微蹙眉，心里有点担心。这陈平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摆明了是为难他们，好名声落到他的身上，出了事让楚轩来扛。楚轩眼眸低垂，看着略显紧张的孟元，安抚道：“没事的，他的功劳可不是这么好拿的。”楚轩当着众人将自己的手印按在了保证书上，陈平这才放心，立马让人将孟元的药方送到各大医馆，让他们对今天就诊的病人按方子抓药。见人将药方送走，孟元心里暗暗地捏了一把汗，等待结果也最为焦灼。陈平看着楚轩和孟元，冷声道：“药方已经送了出去，等最后的结果，你们也回去吧。要是出事，官府会找你们。”说着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这群人快滚。冯元伯立马有眼力见得上前，带着笑意，恭恭敬敬地把人请了出去。“几位，请吧。”待人一转身，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阴毒的视线紧紧地盯着孟元的背影。他可算明白，他那个没出息的弟弟为何对一个傻子这么执着了。倒是有几分姿色，可惜这孟家跟处处与冯家作对，按他爹的意思，自然得让这群人吃点苦头了。楚轩眼眸冰冷不屑地瞟了一眼冯元伯，牵着孟元的手出了县衙。
他们前脚刚跨出门槛，后脚县衙的门就被重重地关上。孟元看着紧闭的大门，微微蹙眉，这里面的都是坏人。张桂芬听到他的话，连忙拉着孟元的手下了台阶，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孟姑娘，这话可千万不能乱说。衙门里的人仗着有点权势，仗势欺人早已习惯，要是被他们听到，会报复你的。”孟元一听就知道张桂芬肯定被他们欺负过，想起他家里的残败，心中了然。张大娘，坏人能打跑。他说着就指指身后的楚轩，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一点也不害怕。我哥哥很厉害的。张桂芬听着孟元的话，犹豫地看着他。孟姑娘，你的医术这么好，那些人有眼无珠，还说你是灾星，你分明是活菩萨。孟元尴尬的一笑，抬手揪着自己垂到胸前的小辫子，眨眨眼，圆圆就是圆圆，不是什么活菩萨。他转头看向身后的楚轩，目光不经意地和他对视。楚轩漆黑的眸子若有所思地看着孟元，难道李大夫已经将他的病治好了？楚轩边走边思考，步伐不紧不慢地跟在孟元的身后。突然，街上冲出好几个人，堵在了孟元的面前，指着他就开始破口大骂了起来：“灾星，还敢来这里？你知道你害了多少人吗？打死这个灾星，昧着良心卖给我们鱼肉，害得我们的家人都出了事！”啪！几朵烂菜叶朝着孟元扔了过来，下一秒，一双大手从孟元腰间穿过，将他往后一拉，后背立马就靠在楚轩紧实的胸膛上，躲过了那些攻击。孟元窝在楚轩怀里，还有些发懵，这群人哪冒出来的？而且冯柳柳卖的鱼肉有问题，关他什么事？孟元的手条件发射地抱住了楚轩，耳边清晰地听到楚轩的心跳声。楚轩抬手将孟元头上的一个菜叶取下来，低头看着怀里受了惊的少女，心好像被人狠狠地揪了一把。他朝着众人怒吼一声：“都给我滚开！”楚轩声音嘹亮浑厚，威慑力瞬间爆发了出来，手臂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围观的人被吓得纷纷后退，安静了片刻。孟元抬头看着楚轩，男人的下颌线紧绷，修长的脖颈挺直，喉咙暴起，他的手能感受到他胸膛的起伏。楚轩真的生气了。孟元一脸担心地看着他，楚轩身患剧毒，不适合情绪起伏的这么大。他小手轻轻地抚上楚轩的胸膛，轻拍着安抚男人：“哥哥，不气不气。”张桂芬连忙上前挡在众人的面前：“你们这是干什么？孟姑娘不是灾星，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那鱼不是他们家的。”可不管张桂芬怎么解释，围观的人压根就不信，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看着张桂芬，态度更加的嚣张：“你这么护着这个灾星，肯定和他是一伙的，就是还说什么救我们，本来就是他害的。”说着就将菜叶扔了过来。张桂芬被推得踉跄了几步，楚轩眼疾手快从身后将她撑住，才没倒下去。孟元看着眼前张牙舞爪、面露狰狞的面孔，心里一阵的悲凉，不由得想起之前在医院上班时遇到很多医闹的患者，明明是医生救了他们的命，却反而被这些人害死。你这个灾星怎么不去死？我们都被你害得好惨。听着他们满口污言秽语，孟元心里满是苦涩。快让开！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喊声，众人纷纷看了过去。一辆马车疾驰而来，马好似受惊，车夫压根就停不下来，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开始横冲直撞。众人惊呼，连忙躲开。啊！救命啊！马车里传出女子的尖叫声。楚轩拥着孟元退到安全地带，可没想到马车不偏不倚朝着楚轩冲了过来，马蹄的声音响彻耳畔，眼看受惊的马就要撞过来，楚轩迅速上前，拿起一旁摊位上用来分割肉类的匕首就迎面冲了过去。他一把拉住缰绳，手臂上青筋暴起，强大的力气用巧劲调转了马的位置，马开始暴走，马车上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楚轩眉头紧皱，当机立断，
扬起手匕首狠狠地刺入了马脖子，噗！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瞬间染红了楚轩的半个身子。马也应声倒地，马车稳稳地停在了原地。孟元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看到楚轩安然无恙、威风凛凛的样子，心脏扑通扑通直跳。楚轩手中的匕首上，温热的鲜血缓缓滴在地上。他阴翳的眼眸看着众人，刚刚还气势嚣张跋扈的众人都吓得大气不敢出。孟元刚想跑上去看看他有没有事，就看到马车上下来一个身穿华服、长相标致的女子。女子脸上略施粉黛，头上的银色珠钗在阳光下发着光，一双桃花眸闪着泪光，脸色苍白，楚楚可怜，显然是刚才被吓坏了。他缓缓地走到楚轩的面前，看着他英俊的面容，脸微微的发红，欠欠身子，声音轻柔道：“小女陈锦绣，多谢公子救命之恩。”楚轩看了他一眼，淡淡道：“不必多礼。”说完扭头就朝孟元走去。陈锦绣愣了愣，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这般无视他。一旁的人已经认出女子的身份，这不是县令大人的千金吗？这小子真走运。陈锦绣听见众人的议论，昂了昂首，这下他该回头看他了吧？然而那名男子仿佛没听见，径直走到另外一个长相靓丽的女子面前，上下打量，似生怕她受了什么惊吓。反倒是那名女子探出脑袋，好奇地看着他。孟元信眼看向陈锦绣，原来是县令的千金，没想到长相丑陋、身材肥胖的县令竟然有这么好看的女儿。等等，这女人怎么一直盯着楚轩看啊？孟元心中立马拉响了警报，怕不是看上楚轩了，这可是自己的男人。孟元立马抱紧了楚轩胳膊。哥哥，楚轩将手上的匕首放回摊位，抬手擦擦自己身上的血水，才握住孟元的手，转身就要走。陈锦绣连忙上前轻声道：“公子。”他话音未落，就听到众人指责的声音：“灾星要走了，大家快抓住他！祸害人的东西就应该杀了他！”陈锦绣听着众人的话，微微蹙眉，冷着脸看向他们。县令门前大声喧哗，当街口口声声喊打喊杀，你们还要不要命了？他的话让在场的人瞬间静声面面相觑。陈县令宠女儿县里的人都知道，真担心他找人将他们都抓起来。众人不甘心，却也只能自讨没趣的退散。陈锦绣转身看去，就见孟元抱着楚轩的脖子，整个人都已经被楚轩抱在了怀里，两人很是亲密，有些错愕。孟元将他的脸色看得一清二楚，心里有些得意，趴在楚轩的肩膀，乖巧道：“圆圆吓坏了。”楚轩拍拍他的后背，哄道：“没事，有我在。”陈锦绣捏紧手中的绣帕，眼神依依不舍地看着楚轩，见他要走，迅速快步追了上来。“公子，怎么称呼？”楚轩皱眉道。“楚轩。”陈锦绣心里默默的几下，这男人是他在这县城见到最好看的了，身手还这么好。“楚公子，今日感谢您出手相处，我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楚轩抱紧怀里觉得孟元，沉声道：“不用了，刚才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人，我们扯平了。”孟元心里满意，这个回答不错。他指腹轻轻地摸着楚轩的喉结，耀武扬威地看了着陈锦绣。陈锦绣感受到孟元的目光，试探道：“楚公子的妹妹长得真是好看。”“妹妹？”孟元立马不乐意，当着陈锦绣一口就亲在男人脸上：“他是我的未婚夫。”“啊！”陈锦绣微微一顿，诧异地看着楚轩。楚轩则被孟元这突然一下整呆了，深邃的双眸怔怔地看着怀中的俏人儿，耳尖泛红。县令派人过来查看。陈锦绣有些可惜，依依不舍地和楚轩告别：“楚公子，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孟元鼻子直哼哼，都说楚轩是他未婚夫了，还说什么再见面？张贵芬目送陈锦绣离开，上前关切地看着孟元：“孟姑娘，你的衣服都脏了，去我家换一下吧。以前家里生意好的时候，
他买了不少的衣服，都放着没怎么穿。孟媛闻言低头一看，他衣服上满是污渍，胸前位置已经有些湿，隐隐露出的白皙肌肤泛着荧光。楚轩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孟媛的锁骨轮廓清晰可见。他呼吸一滞，迅速移开了视线，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气息。好，孟媛认真点头，乖巧的心跟在张桂芬的身后。谢谢张大娘，你救了我们全家。这都是应该的。张大娘带着孟媛回家，就去换衣服。路上嘴就没停过，也不知道是那个挨千刀的，竟然说你们的鱼有问题，这脏水让他们给泼的。张桂芬边拿衣服边骂，都怪那个冯柳柳，再让我看到他绝对不轻饶。孟媛将衣服换好没吭声，他也想知道到底是谁传出的流言，可以肯定不是冯柳柳，他恐怕都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哎呦，真好看！张桂芬站在孟媛的面前惊呼一声，上下打量了一番，一脸的喜色。孟姑娘这样一打扮，真是太好看了，这得迷倒多少的男人。孟媛身上粉色的衣裙衬得她更加灵动，衣袖上还点缀着朵朵小花，让人移不开眼。她听着张桂芬的夸赞，提起裙边歪头叉腰，傲娇一笑：“圆圆是最好看的。”孟媛手捏着裙边，开心的原地转了一圈了。这要换她上辈子，被人当面夸，顶多心里暗爽一下，面上还要装一脸不在意的样子，哪样像现在这样为所欲为？嘿嘿，还能肆无忌惮摸腹肌，装傻还是很不错的。张桂芬被她可爱的模样逗笑，想着自己要是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儿该多好，一定会把她打扮得漂亮。她推开门走了出去，楚轩站在院子里等她，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眼眸微动，耳朵悄悄地红了。孟媛走上前，抱着楚轩的胳膊轻轻地晃动，仰着头看着他撒娇：“哥哥，我好看吗？”楚轩咳嗽了一下，滚了滚喉咙，声音沙哑道：“好看。”孟媛心里暗暗地偷笑，楚轩害羞了，和刚才当街杀马的壮汉简直判若两人，莫名的可爱。楚轩将他手里的包袱接了过来，沉声道：“时候不早了，我们得回家了。张大娘，我们先走了。”孟媛朝着张桂芬摆摆手，就出了院子。张桂芬将他们送到门口：“快回去吧，我再听到说什么风声再告诉你们。”好，楚轩说着就牵起孟媛的手回家。少女的手指修长软嫩，手心的皮肤细腻光滑，握在手里仿佛粉团，让人爱不释手。楚轩的心跳逐渐的加快，疯狂跳动。孟媛走在回村的路上，心情有些低落。哥哥，鱼卖不出去，以后没钱吃糖葫芦了。楚轩闻言握紧了孟媛的手，淡淡道：“放心吧，有我在就能赚到钱，这些不用你操心。”孟媛听着嘿嘿一笑，不知为何刚才还在犯愁的心思突然安定了下来。哥哥最厉害！孟媛开心地笑着，蹦跳了起来。咕咕，楚轩停下脚步，好笑地扭头看着孟媛，小丫头捂着肚子，脸颊泛着红晕，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今天出来一直在忙着救人，午饭都没吃。楚轩突然有些内疚，孟媛跟着自己还要饿肚子，前面就是池塘，我们过去抓条鱼。孟媛闻言捂着肚子连忙点头，屁颠屁颠地跟着楚轩的身后。饿着肚子的两人脚步加快了几分，孟媛抱着楚轩的胳膊一蹦一跳地往前走。哥哥，今天也要抓很多的鱼。楚轩深邃的眼眸染上一抹笑意，轻声说道：“好，多抓点给你做鱼吃。”好耶好耶！孟媛激动地跳了起来，她的衣裙随着动作轻轻摇晃，笑起来时眉眼都透着喜色，微微勾起的唇角，弧度恰到好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增添了几分暖意。楚轩目不转睛地看着孟媛抿着唇，他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跳得有些快。一到池塘，孟媛迫不及待地脱鞋准备下水，楚轩上前弯腰卷起她裤腿，白皙笔直的小腿他一只手就握住，细腻的手感让他有点心猿意马。只听扑通一声，
孟元已经赤足跳入了水中，冰冷的池水泛起阵阵涟漪，从他的身边荡漾开来。池塘两边的树木遮挡着烈日，斑驳的阳光洒在孟元的身上。孟元手捧着池水，欢快道：“哥哥，快来，有鱼！”他兴奋地指着池塘里面游动的鱼，朝着楚轩喊着：“慢点，当心！”楚轩拿起一根粗树枝，除去枝杈上的细条，将尖端在地上磨了2下就下了水。没有渔网，抓鱼有些费劲。楚轩站在前面，手里拿着树枝，目光紧盯着水面，等待许久才看到一条鱼游了过来。他手里拿着木棒，迅速地扎了下去，一击即中，木棍死死地扎入了鱼的身体，抓到了。孟元兴奋地看着楚轩，男人听到他的欢呼，侧过脸看着他，唇边勾起一抹笑意，让原本冷峻的脸瞬间柔和了很多，眼中似乎只有他一人。孟元站在原地，心跳加快，脸微微发红。楚轩他将木棍从水里拿出来时，肥美的鱼已经没有了生机。孟元兴奋地朝着楚轩的位置跑过去：“哥哥，给我，我要！”跑得太匆忙，脚下一滑，身体失重，掉进了水里。冰冷的水流迅速将孟元淹没。楚轩快速跑了过来，弯腰将孟元从水里抱了出来。他浑身湿透，轻薄的布料贴近皮肤，将孟元玲珑有致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胸前的凸起和楚轩紧紧地贴在一起。楚轩呼吸一滞，胸前温软的触感被无限地放大。他的手抱着孟元的腰，突然不知道怎么办。孟元红着脸，手搭在楚轩的肩膀上，两人的衣服都湿透。楚轩精壮紧实的肌肉展露无遗，腹部人鱼线清晰可见，腰间的轮廓淹没在水流中，双方脸都红了不少。殊不知，两人亲密的举动被暗处的冯柳柳看得一清二楚，心生嫉妒。孟元一个傻子，凭什么被这样的呵护？不就是长得好看点？是啊，他长得好看。冯柳柳心笼罩上了一层阴霾，手微微的攥紧。突然扑腾扑腾，池塘里传来动静，一大群鱼围着孟元的脚边活跃的扑腾。冯柳柳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楚轩眼神复杂，顾不得其他，先将孟元抱上了岸边，一脸紧张道：“哪里流血了？”孟元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无辜的直摇头。他也被吓了一跳，连忙紧张地摆着手解释：“哥哥，我没有。”话音刚落，楚轩就一把抓住他的手，发现右手食指上被划破了一个小伤口，渗出了嫣红的血珠。冯柳柳站得太远，只看到孟元手上有点红，还没看清楚，孟元的手就被楚轩握了回去。怎么这么不小心？楚轩将干净的衣服里衬拿去摁住伤口，顺便制止了孟元挣扎的动作，脸色微沉，不要轻易让自己受伤。见孟元支着脑袋往水里看，一心一意惦记着鱼，语气也跟着带上来几分威势。听明白了吗？孟元觉得手上的力道一重，顿时皱起脸来。哥哥，你好凶，手都好了，凶。楚轩刚还想说什么，一看到孟元天真无辜的一张脸，顿时将孟元的手猛地放开。今日说的，你且记得就是捞鱼吧。他身份复杂，长在人心鬼域，不应该对孟元这个过客有过多的感情，不然的话，也只能害人害己。孟元愣愣地在原地吮着自己受伤的手指头，眼睁睁看着楚轩一言不发的捕鱼，甚至跟自己不再说一句话，顿时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男人心，海底针，这怎么突然就生气了？两人将鱼打捞上来就回家。等他们走后，冯柳柳才从树后出来，唇角微勾。看来孟元也不是人见人爱呀。他就说同为女子，凭什么孟元可以万千宠爱？想到刚才看到的一抹红色，冯柳柳又看了一眼逐渐散去的鱼群，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孟元能吸引鱼，难道是因为血？一想到这个，冯柳柳顿时兴奋起来，脚下生风地往家里走。刚进家门，他就听到冯元博的声音。冯柳柳的身影一僵：“冯元博怎么回来了？大哥，
你回来了。冯柳柳走进房间，看到冯元博有点紧张。冯元博眯着眼，上下打量着冯柳柳，没说话。冯柳柳对上他的目光，只觉自己像是被一条冰冷黏腻的毒蛇盯上，心下一惊，连忙低头缩肩躲到一边。冯元博没把他看在眼里，转头就看到自己二弟恹恹地蜷缩在躺椅里。阳春3月的天气却像是一条死蛇，顿时一股郁气浮上心头，将手里的药包恶狠狠地砸到冯元涛身上。冯柳柳，你找死啊！冯元涛身子不爽利，脾气就越发暴躁，一抬头却看到冯元博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顿时浑身一抖，下意识地站起来。哥，你回来了。冯元博冷眼看着他，直到冯元涛颤颤巍巍地捡起被砸到地上的药包，这才夹着略带尖锐刺耳的嗓子开口：你可真有出息，玩女人就玩女人，还把自己玩出病来了。冯元涛张了张嘴，下意识想反驳，却在触及到冯元博的眼神后，诺诺地闭上了嘴。反倒是坐在桌前的冯大海摆了摆手，语气有些烦躁：行了，别说你弟弟了，孟家怎么样了？能不能给他们找点麻烦？不用我找，他们自己就得完蛋。冯元博冷哼了一声，见冯元涛不敢顶嘴，深深低下头，这才气顺了些。这要按时吃，人好了才有力气看热闹。冯大海和冯元涛精神一振，不约而同地看向冯元博，等着他往下说。冯元博将县城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又嗤笑道：当时楚轩二人在衙门口被打的那叫一个惨。冯元涛喜出望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恶狠狠地咬着牙，诅咒道：哈哈，活该，真是报应。背后那个人最好能把楚轩彻底按死。听说是万德楼散播出去的谣言，谁让他们的鱼肉卖得那么好？现在出事想找他们算账的人可不少。冯大海闻言，兴奋地连拍了自个儿大腿3下，目露凶光。冯柳柳耳朵竖了起来，万德楼的老板，他眸光一亮。万德楼在县城的名声很大，没料到他们也看不惯孟元和楚轩。冯大海突然想到了什么，心底一沉，莫名的紧了起来，拉着冯元博追问：你说楚轩他们去了衙门，他们不会是去提你二弟绑架孟元的事吧？冯元涛瞬间面露惶恐：什么？瞧把你给吓的！冯元博恨铁不成钢地剜了冯元涛一眼，又阴笑一声，说出来：除非他们不想在村子里混了。嘴上这么说，但是冯元博心里却有点没底。那个叫楚轩的男人看起来不简单，他在县衙虽看上去混得不错，但是也要看人脸色过日子，眼力见可比冯大海这个一直只敢在村中作威作福的爹强多了。冯大海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没想到楚轩也不过是个纸老虎，只会吓唬人。冯柳柳在一旁听着，也稍稍的松了一口气。他上前讨好的给冯元博倒水。冯元博看向冯柳柳，突然想起一件事：爹，我回来的时候听人说你要出钱给村子里要修路，你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冯柳柳倒水的手抖了一下，茶杯发出哐啷的声音。冯大海顿时冷眼看了过来：你个丫头片子，干什么都不行。冯大海顺手拿茶杯狠狠地砸向冯柳柳：卖鱼卖不好，倒茶也不会，就会在外面说大话。修路，我何时说要修路了？你这败家丫头片子，就是把我们家的银子不当数。冯大海爱钱如命，又重男轻女，若不是冯柳柳顶着个腐女的名号，他早就把这个女儿推出去给自己谋利了。没想到这丫头这阵子好事没带来，只会给他们找麻烦。冯柳柳听着冯大海的怒骂，心惊肉跳，一抬眼就看到冯元博默不作声地盯着他，顿时浑身一抖，扑通一声跪下去，甚至颤颤巍巍地捡起茶杯捧在手里，一脸的慌乱讨好。他也没有想到，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就传得沸沸扬扬，奈何说出去的话已经覆水难收，他也很后悔，早知道不逞能了。他身无分文，自己的脸都没钱治，更别说给村里修路。冯柳柳眼珠子一转，
既从心来。爹，女儿知道错了，女儿就是猪油蒙了心，看不得孟家这么风光。冯柳柳西行几步，期期艾艾地伸手，小心翼翼地去拉冯大海的裤腿。孟家本来就是外来户，要不是当年爹心善仁慈，免了他们的安家费，让他们在村里住下，哪有他们现在的好日子过？见冯大海脸色稍霁，冯柳柳连忙又道：“谁知道他们不但不感恩，竟然还敢和爹您作对。如今他们卖鱼已经挣了钱，正好孟家老头子不是军营里退下来的吗？应该还有一笔抚恤金才对。正好我们可以以修路为由，让他们把钱都吐出来。抚恤金啊，对。”冯大海想起来了，朝廷对于随军后返乡的将士，会根据从军的年限给予相应的银子，随着将士的户头，由里正或者村长代发。可是孟家迁来的那一年，冯大海就把那笔钱吞了，换成了如今收成最好的几亩两田。知道孟家没钱，再让他们免费住进来，他不也能得个好名声？当然了，过去的事情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所以他对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女儿越发厌恶。你这丧良心的黑妮子，人家战场上的卖命钱自然有别的用处，现在怎么可能拿得到？我告诉你，少打这些歪主意，这修路的钱你必须自己给我掏出来。冯大海故作好人，狠狠地啐了一口冯柳柳，又转头看向冯元伯，顿时满脸笑意。对这个大儿子，他是最满意的。老大，你在县里衙门做工，你来说这事儿怎么办？就你妹妹这个猪脑子，10个都没有你灵光。冯元伯瞟了一眼被踹到一边瑟瑟发抖的冯柳柳，眸子里的不屑之色一闪而过。爹，我倒是有个办法，不但能将孟家赶出去，还能赚到修路的钱。冯柳柳心里一顿，冯元伯在衙门干活，为人圆滑，点子也是最多的，他对这个大哥还是很害怕的，心里隐隐的有一不祥的预感。可是冯元伯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恰好可以利用万德楼散播的谣言，将县城的事情推到孟家身上去，弄死孟家，这不正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吗？只是冯元伯皮笑肉不笑地看向冯柳柳，到时候需要小妹腐女的身份做配合的地方，可别再拖后腿，需要自己腐女身份，可是自己根本就不是腐女呀。冯柳柳满目惊惶，怯生生地鼓起勇气道：“可是哥，圆圆是我的姐妹，冯柳柳。”冯元涛刚被骂了一顿，这会儿听他帮孟元说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也就你把人家当姐妹，就你这个鬼样子，人家当你是个屁，你最好乖乖的听话，否则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当最下等的贱婢，明白了吗？冯元涛想想就生气，要不是冯柳柳，他能变成这样？你怎样？冯大海也冷眉冷眼地看着他，别忘了，到时候要让县令查出这件事跟你有关系，谁都保不了你。冯柳柳瑟缩着身子，不敢再顶嘴，应了下来，心中委屈的不行。他哪里是在为孟元说话，明明就是害怕自己不是腐女这件事情暴露，到时候他家这群人一定会把他活撕了。而且他还莫名其妙背上了全村人修路的巨款，他可怎么办呢？冯柳柳急得不行，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孟元跟楚轩捕鱼时的那个场景。冯元伯县城还有事情要忙，来这一趟主要是通风报信，让冯家早点做准备，事情办成也不再拖延，准备回县城。冯元涛将他送到门口，见冯元伯走远，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他哥可是有大本事的人，楚轩这个纸老虎还怎么吓唬自己？不是说去报官吗？怎么不敢去？他可是县衙都有靠山，区区一个奴隶也敢对自己出言不逊。想到冯元伯跟他说的话，冯元涛抛了抛冯元伯留给他的药包，志得意满的一笑。等到他好了，一定要让楚轩尝尝厉害。而此刻被人惦记着的楚轩，正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仿佛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身后还有孟元这个小短腿。这人怎么还不跟自己说话？
孟元大费周章地弄出了许多动静，却没见楚轩回头，顿时气馁：“哥哥，好累，背我。”说完，孟元果然就看到楚轩回头盯他，但是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拉着他走。站好，家门就在眼前。孟元又像之前一样赖皮地往他这边靠过来。楚轩眸子一暗，退开一步，再次重复：“别靠，站好。”孟元一愣，顿时不动了。楚轩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转身就进了屋子。不就是不小心受了点伤吗？用得着生这么大的气？孟元心里一边嘀咕着，一边又暗自窃喜，看着眼前的背影，顿时觉得自己应该大人大量，轰轰男人也没什么嘛。楚轩蹲在地上，用水缸里为数不多的水处理了鱼，等到把鱼清洗干净，再提起来的时候，身后又贴上了一具温热柔软的身体。孟元感觉自己环住的腰身一紧，眸子一亮：“哥哥，圆错了，别气了。”一边说着，一边又用脸轻轻地蹭了蹭楚轩的脊背，像是一只软糯的猫。可是就算是只猫，楚轩也不会再让他肆无忌惮地靠近了，将两只手用力抓住，不容拒绝地从腰上掰下来。楚轩回身，抓着孟元的肩头，拎小鸡崽子似的将他往后放了放。孟元一脸懵懂地看着楚轩，似乎完全不明白他为何会这样。“元，你不准再离我这么近！”楚轩迎着孟元的视线，单刀直入：“你已经是大姑娘了，要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不能离男子太近。”他的语气已经尽可能的平缓，但是却流露出不容置疑的意味，隐隐带着上位者的压迫。孟元瘪了瘪嘴，试着上前，却被钳制着肩膀不得动弹。“那你碰我！”小姑娘忽然委屈巴巴地朝他吼，说的话更是让人想入非非。楚轩定神，却看到孟元眼神水汪汪的紧紧地盯着自己的手，顿时哭笑不得。平时看着傻里傻气的，一生气还有点小聪明，他跟一个小孩稚气作何？“我放开，你不准再扑上来，懂吗？”楚轩说完，又朝后退了一大步。这一步彻底激起了孟元的脾气。“男女授受不亲，好啊，那就不亲。”孟元深吸一口气，像是赌气一样，噔噔噔地往后退了好几步，叉着腰颐指气使：“圆饿了，饭，狗男人不亲近就去做饭吧，秀色和可餐总得满足一样吧。”楚轩一言不发地提着鱼进了厨房，他觉得可以给孟元喝点鱼头汤补脑。自己的身份毕竟特殊，也是现在远离京城才能放肆几分，可是终究还是要回到那吃人的地方去。所以楚轩挥刀斩下鱼头，眼神冷漠，他不能把麻烦带给任何人。孟元有一搭没一搭地玩着缸底的水，楚轩却没有像往常一般阻止他，让他越发郁闷了。叩，门外突然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孟元打开门，歪着脑袋就看到刘大牛憨厚的脸。“圆。”刘大牛被孟元的眼神看得脸皮发红。“我就是听到你们院子里有声音，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回来了。”孟元余光瞥见厨房里某人动作一顿，于是大大方方地打开门：“今天没卖鱼，进来玩。”刘大牛看着孟元低垂着眼帘，看着不太开心的模样，只觉得像是抓心挠肝一般。“圆。”刘大牛紧张地看着孟元，孟元勉强抬头看了他一眼，刘大牛却觉得那双水盈盈的眸子像是要滴出水来了，心疼得很，脑袋灵光一闪：“圆，你看！”刘大牛两只手拇指相勾，剩下的是个指头有规律的动，投射出来的影子就像是一只正在飞的鸽子，咕咕咕咕，哈哈哈！大牛哥厉害！孟元觉得刘大牛学鸽子叫的模样格外有趣，眼睛亮晶晶的，笑意盎然。刘大牛见他有了点像模样，越发卖力地学鸽子叫。两人就这么在院里玩起了手影游戏。厨房的窗口正对着院子，楚轩看着两人这个模样，眸子微沉，手下切菜的力气忍不住重了些。刘大牛听着后面越发明显的笃笃的切菜声，只觉得背上发麻。可是偏偏孟元又开口了：“
刘大哥，今晚留下来吃饭吧，你都帮了圆圆家好多哦。说罢还张开手，画了个大大的圆，一边深深嗅了一口，满足的道：“哥哥菜好吃。”刘大牛知道孟媛是说楚轩做的菜好吃，可是那也要有胆子才行啊。拒绝的话到了嘴边，看着孟媛亮晶晶又满含期待的眼神，刘大牛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有胆子了。好，听圆圆的。于是等到楚轩端菜出来，就看到院里的石桌边坐了2个人，其中一个看着有些紧绷，另一个却没心没肺的很。哥哥，大牛哥，一起，自己辛辛苦苦的熬汤做菜，结果这个小没良心的，转眼就邀请了别的男人一起吃。楚轩暗暗咬了咬牙，忽然之间理解了京城宅邸里那些争风吃醋的风月事，自己这个模样，不就像是小妾或者婢女伺候原配夫妇吃饭吗？盘子重重地磕在石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哀鸣。刘大牛顶着楚轩的目光，身子微微一抖，强自镇定地坐在那处。孟媛看着楚轩的冷脸，眼睛略微转了转，有些疑惑，对上男人隐忍的表情，这才恍然大悟，小脸上浮现出一抹狡黠的笑意。他本来只是想好好感谢刘大牛，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男人竟然吃醋了。如此想着，孟媛笑得越发开心了，直让刘大牛晃了眼。大牛哥，吃肉肉，说干就干。孟媛自己也不吃了，撸起袖子就一个劲儿地往刘大牛碗里加东西。刘大牛觉得这根本就是天降惊喜，一时也忘了旁边虎视眈眈的楚轩，吃得不亦乐乎。楚轩在一旁坐了许久，却见孟媛连个眼神都没有给自己，更不用说如同之前那般亲近了。哼，冷哼一声，面色不善地看了一眼塞了满嘴饭菜的刘大牛。楚轩拂袖而去。刘大牛不明所以，鼓着腮帮子茫然地抬头看了一眼。孟媛朝着他眯着眼睛一笑，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等到把刘大牛送走，楚轩也一直都没有出面。孟媛拖着腮帮子趴在桌子上晒太阳，不知过了多久，被院门的吱呀声吵醒。圆圆，怎么在这里睡觉？低沉慈祥的声音响起。孟媛猛地睁开眼睛扑上去，爹爹。孟仲山笑眯眯地揉了揉孟媛的额发，眼里的担忧藏都藏不住。孟媛此刻也反应过来不对，慢慢安静下来。平日孟仲山去县城干活，总要那么很晚才回来，今日这么早，肯定不正常。孟叔，楚轩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今日怎么回来了？可是出了什么事？我在县城听到些事儿，有人说圆圆是灾星，县城里的人不知从哪儿吃了鱼，最近孟媛他们的烤鱼卖得极好，就有了些流言蜚语，说因为孟媛是灾星，吃了灾星卖的鱼，家里人才会病倒。这话一听就是无稽之谈，但是人在愤怒的时候，总是不能够以常理行事，而他作为灾星的父亲，自然是见孟媛低垂着头，虽然看不清神色，整个人却蔫哒哒的。孟仲山自然是一阵心疼，我知道我们家圆圆最乖了，根本不是他们说的灾星。乖呀，别不开心。孟仲山垂着眸子笑了笑，爹爹是怕你听到这话伤心，才回来陪你的。怎么你倒更伤心了？被家人在乎，总会觉得特别贴心。孟媛脑袋扎进孟仲山怀里，轻轻地蹭了蹭。楚轩在旁边听着，却知道事情必然不像是孟仲山说的这么轻描淡写，恐怕会更严重些。而且楚轩看了一眼孟媛，小家伙心地善良，不该蒙受不白之冤。我有点事。楚轩理了理袖子，眸色渐冷，可能要出去几日。孟叔不用担心。孟媛猛地抬起头，静静地看着楚轩走远，又转过头去瞅了一眼孟仲山。丫头啊！孟仲山轻轻拍了拍他的头，叹了一声：“金鳞岂是笼中物？别看了呀。”孟媛有点不解地歪了歪脑袋，不过很快把这句话忘到了一边。爹爹，躺休息。他使劲地拍了拍躺椅，又伸出细胳膊细腿的一个劲儿地把孟仲山往上面拽。他爹腿脚不好，难得休息一次，
总不能干站着吧？你呀。孟仲山无奈地摇了摇头，顺着他的力气躺在了躺椅上。太阳暖烘烘的，晒得人昏昏欲睡。可是袖子时不时的就被拉一下，像是一只蠢蠢欲动的小兔子在捣乱。可是他们院里哪有小兔子，只有一个小姑娘。见孟仲山睁开眼，无奈地看着他，孟元嘿嘿一笑，蹲在孟仲山面前，扯着袖子撒娇耍赖：“爹爹，我现在医术可好了，我给你治治腿吧。”孟元难得这么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孟仲山眼前一亮，乐得合不拢嘴：“哎呦，我家圆圆聪明了呀，都能给爹爹看病了。”孟元顿时一惊，看孟仲山这反应，又松了一口气。圆圆当然厉害，给爹爹看腿，腿就不疼。孟仲山笑呵呵的：“啊，对对，爹不疼，不疼。”院子里一家和乐融融，忽然却有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哦，你有多厉害？我可要好好瞧瞧。”话音未落，院门就被推开，背着一箩筐草药的李老头毫不客气地走进来，甚至还用门槛刮了刮鞋底的土。这举动实在无礼，可孟元却笑眯眯地看着他，不说话也不动，像是根本不明白一般。“李大夫，你来了，最近怎么样啊？”孟仲山招了招手，又对着李老头笑道：“圆圆最近这些日子可一个劲儿地念叨您呢。圆圆，快过来。”孟元探出个脑袋，朝着李老头眯着眼睛笑。确实好久不见，他可得从这老头这里拿点好处，毕竟他现在连买药草都困难得很。圆圆厉害，师傅看了要奖励。哟，你这小娃娃还会讲条件？行，只要你厉害，我就给你喝续骨膏。李老头来了兴趣，非常自来熟地端了个凳子过来。孟元听到这名字，双眼发亮，快步跑回屋里。出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一个布包，一打开，尺寸各不相同的牛毛细针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寻常人看着有些瘆人，可孟元却使得一手好针。只见他将孟仲山的裤脚挽起，指腹轻轻按着伤腿的穴位，眼睛紧紧地盯着孟仲山的脸色。等到心里有了底，手上稳稳地拿着银针，对着穴位慢慢扎下去。初始的疼痛过后，伤口处有几分麻痒，随着下针，麻痒之感渐渐连成一片。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从骨头缝里涌起一股暖意，并不明显，却十分胃贴地安抚着伤腿的每一处。施针完毕，不只是孟仲山，就连孟元也是一头的汗。可就算如此，他也顾不得擦，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李老头：“师傅，续骨膏。”小姑娘天真无邪伸手讨要。孟仲山连忙道：“小孩子家家说的话，当不得真。”话虽如此，可是他眸子里那一丝骄傲却不容置疑。他的圆圆真的要好了呀！李老头看得分明。孟元下手虽然缓慢，但是扎针的穴位、力度、深度，甚至是时间，都恰到好处。这就给李老头将续骨膏好生放到孟元手中，又对孟仲山道：“你呀，平时没少用这一手针灸术捉弄人吧？若是没有在人体上练习，根本不可能如此熟练。”孟元嘿嘿一笑，吐了吐舌头，跑过去拉他的袖子撒娇：“行了，别撒娇。”李老头轻轻地敲了敲孟元脑袋：“我先给你把脉看病，你如今瞧着像是伶俐了些。好好好，多谢李大夫，今日您就在这里用饭。”“行。”李老头自然应了，他可要好好考教一番小姑娘。孟仲山连连点头，退到厨房去，准备做一桌子好菜，感谢人家李大夫。李老头打量了孟元几眼，沉吟半晌，问了个难的：“青狼肝何物？药性如何？”孟元丝毫不惧：“生于海中，形如鹿角，有骨肉，入药可治皮肤瘙痒、痈疮，或者是产后淤血内停。”李老头眸子微睁，青狼肝在用药中并不常见，只在书中有一两句记录，他竟然答了上来。李老头不信邪，一连问了许多问题，都被孟元摇头晃脑地答出来了。不愧是我的好徒弟，有天赋。李老头摸着胡子，满意地看着孟元，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师傅奖励，
还要好东西不嫌多，有机会能多要自然就多要。行，师傅的宝贝都给你。李老头看着孟元拿着瓷瓶的模样，轻声交代：这东西会让人昏厥麻痹，你拿着防身，但不可随意使用。孟元眼前一亮，重重地点了点头。好东西。李老头揉了揉他的额发，话锋一转，紧紧地盯着孟元。可惜呀，你学到如此地步，也该明白。孟元正拿着药瓶，小心翼翼地抖出一点粉末，沾在手上，放在鼻端清嗅，又小心翼翼地送到舌尖，略微一品，苦涩的味道之后，是笨重沉涩的麻醉之感。这是麻醉剂，不，应该是说麻痹散。孟元心中大动，铺天盖地的狂喜几乎淹没了他。有了这个麻痹散，他能做的就更多了。李老头看他一脸沉迷地研究自己给的新药，忽然觉得接下来的话有些残忍，但还是咬咬牙开了口：“你爹这腿没得治了。”这句话一出，顿时砸得孟元晕头转向。不过很快，他抬起头来，脸上的笑意收敛，罕见地露出几分坚毅：“师傅的药可以。”李老头看着他这般执拗的模样，轻叹一口气：“你该看得出你爹的情况，我给的药也只能够缓解疼痛罢了。”孟元紧紧地攥着手心的药瓶，垂眸不语。他当然清楚孟父的腿是什么情况，战场上刀枪无眼，能够捡回一条命就已经是大幸。孟父的腿是在战场上被战马踩断了腿骨，从战场上退下来，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医治，所以腿骨愈合之时，增生出了骨刺，横斜在肌肉之中，让人痛苦不堪，行走不便。可是孟元想着孟父平日里维护自己的模样，眸子里浮上一层水汽。他抽了抽鼻子，应声道：“我知道，我可以。”李老头看他神色坚毅，不像是平日痴傻，顿时直起身子：“你当真？”孟元抿了抿唇，却不答话，快步走出门去。再回来时，手上拿着2指粗的木棍，一把伐木刀，另外几根麻绳。李老头挑了挑眉，也不说话，好整以暇地看着孟元。只见孟元把木棍一头放在门槛上，对准木棍悬空的地方，狠狠一脚，咔嚓，木棍断裂开来，只有薄薄的一层树皮连着，看着像是随时就要分成2半。李老头眼里闪过一丝暗光，这小丫头是在用木棍模仿孟仲山的伤势。孟元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李老头，拿起木棍，将断口对齐，想要再用麻绳捆好。可是木棍断口处横伸出许多木茬子，木棍不仅没有接好，反而被那些木茬子弄得断口越发不规整。对喽，你爹就是这种情况。李老头一拍大腿，摇了摇头，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根，临到老了，怎么可能还好的了？可以，孟元头也没抬，拿起一旁的伐木刀，干脆利落地把木茬子削平整，又把断口处略作修整。李老头神色变得严肃，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孟元，用麻绳将断口处紧紧包裹。孟元把麻绳系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拿着棒子献宝似的给李老头：“师傅，你看好了。”李老头看着自己眼前的木棍，又看了看一脸希冀的孟元，沉沉叹了一口气：“道理都懂，可是人不是草木，而是血肉之躯呀，这么又是削又是捆的，腿还没好，命就得没了。你这想法不错，要是用在大狱里，屈打成招的人就能再多些。”李老头看着孟元的眼睛，还是没忍住细细解释：“木头可以用刀削，但是人不行啊。人会疼，会流血，会伤及筋脉，这行不通，行不通。若是之前，自然是行不通。”可是孟元看了一眼手上的麻痹散，信心大增：“师傅的药。”孟元说的简洁，但也不妨碍李老头听懂。先用他的药，让人陷入昏迷，如此可以避免感受到剧烈疼痛，从而挣扎。开刀之前，用银针封脉，减少血液在筋脉中的流通，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人的影响。
只要人昏迷的够深，银针封脉够准确，处理骨刺的刀足够锋利，治好孟仲山的腿也不是什么难事。看着李老头越来越亮的眼神，孟元就知道这个医痴一定不会就这么放过这个机会。师傅，孟元蹭过来拉李老头的手，眼巴巴地看着他：“你留下来治腿，他们不信，好不好？”李老头静静地看着他半晌，忽然清脆地给了他一个脑瓜崩。小丫头片子，心眼还不少，这就是答应了。孟元一蹦3尺高：“谢谢师傅，师傅最好了，不快点道谢，人反悔了怎么办？毕竟古代医术上从来都没有记载过相应的方式方法。”李老头也是第一次知道，但凡是未知的东西，总会有失败的几率。可是李老头却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管是出于师徒情，还是出于对医术的痴迷，李老头这个恩情他记住了。师傅，快吃秘制烤鱼鱼。不一会儿，孟元从外面蹭过来，端着一条喷香的烤鱼撒娇卖乖。好吃的。李老头见孟元眼睛水汪汪地看着自己，知道他估计心里有了成全，轻轻揉了揉孟元的包包发髻，微微一笑：“去叫你爹爹，咱们一起吃。”孟仲山正端着饭菜过来，恰好听到这话，搓了搓手，有些局促。都是些乡野粗食，家常便饭，李大夫别嫌弃呀。李老头笑眯眯地夹了一筷子鱼，刚一入口，顿时瞪大了眼睛：“果然好吃。”说完又一刻不停地尝了其他的菜色，唇边的八字胡跟着一动一动的，再加上满足的神色，看着像是一只大猫。孟父见李老头不嫌弃，顿时放下心来，加入饭桌。酒过3巡，饭过5次，吃饱了的大猫摸了摸自己溜圆的肚子，恬不知耻地霸占了躺椅，分外满足地长叹一声：“饭来张口，真是神仙生活。”孟元鼓了鼓腮帮子，轻轻地推了推躺椅，提醒李老头还有正事没说：“老孟啊，你做饭真好吃。”李老头跟着躺椅一晃一晃的，闲话家常：“不然我住一段时间吧，给你女儿看病，也给你瞧瞧腿。”孟仲山大喜过望：“李大夫能够屈尊给我们看诊，是我们的福气呀。您住着就是，想住多久住多久，那就说好。”李老头得意洋洋的就要答应，一转眼就看到孟元盯着自己，顿了顿：“那也提前说好，这次的治疗挺特殊的。”说着弯腰在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这个地方得开刀，深可见骨，然后把你骨刺剔除，你行吗？”虽然李老头已经竭力表现出风轻云淡，可孟仲山却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寻常看病不过是内服外敷，这在人身上开了口子，人还能好吗？可这是李大夫啊，这法子不常用，但在古籍里有迹可循，你自己考虑好吧。孟父捏了捏自己的伤腿，又想起李老头药到病除的医术，最后想到的是孟元被绑架时自己拖着病腿的无力。孟仲山转头深深地看了一眼孟元，行，顿了顿，又道：“这要是失败了，不会就走不动路了吧？圆圆还小，我可不能拖累他。明明治疗腿疾，风险最大的就是孟仲山，可是到了现在，却还在关心他。”孟元只觉得心里酸酸软软的，上前去轻轻地抱住孟仲山，把脑袋埋到他怀里，瓮声瓮气地开口：“爹爹，答应师傅，别怕，我在。答应他做手术，好起来，有他在，不会有事。”孟元对自己有信心，只要孟父答应，接下来的事情除了置办器具麻烦一点，其他的都好说。孟仲山看着越发懂事的孟元，又想着李老头说孟元还能治，顿时打起精神来。圆圆要是有朝一日好起来，自己这个做爹的总不能再当个瘸子吧。这么一想，孟仲山咬了咬牙：“行，我答应。”李老头眯着眼睛笑了笑，胡子一翘一翘的：“我还得准备材料呢，等好了再跟你说。”眼珠子一转，又道：“今天这鱼不错。”孟元闻弦咯吱雅意，立马接上：“以后每天都有。”这还差不多。此后的几天，
李大夫早出晚归，脾气那是日益暴躁。这小丫头要的东西怎么那么刁钻？薄如树叶，厚度均衡，吹发可断的刀片，还得要一打，不是一个，形如剪刀，但是更加纤细修长，不能开锋，必须圆润光滑。两个刀尖却要纤细弯曲，还得灵活。天知道他问了多少铁匠，每一个能做出来的。看来他又得卖老脸，去麻烦那些老朋友了。这一日，李大夫从外头顶着一张大红脸，急吼吼地进门，刚想要让孟元尊师重道倒杯茶，就见小姑娘在院子里的树荫下蹲成一坨，呆呆地望着门口的方向。小丫头，看什么呢？李老头蹲到她旁边，一起伸脖子。哥哥还没回来。孟元轻轻地扣着地上的草，闷闷不乐。李老头眼前一亮，用手肘给了他一拐子，挤眉弄眼。你要是真担心，那就去找啊，在这儿看有什么用？孟元重重地点了点头，刚刚站起身来，就迎面对上了孟仲山。圆圆，你要去哪儿？哥哥好久没回来了，我想去看看。面对着软软糯糯的女儿，孟仲山心软得一塌糊涂。别担心啊，爹爹陪你一起去。因为县城谣言的事情，最近村子里多了很多陌生人，跟着村里的大爷大妈一起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对孟家虎视眈眈，以至于孟家父母二人一出门就被人给发现了。灾星，不知道是谁先开口的。一个拳头大的石头猛地砸到孟元脚边，激起一地尘土。你这个黑心小娼妇还敢出来？哟，怎么没见到你买的那丈夫了？还用说，肯定是怕了小娼妇这个灾星了，跑了。孟仲山把孟元紧紧地护在怀里，宽厚的脊背为他挡去泥土石块，却挡不掉污言秽语。孟元忍了又忍，终究是忍不住了。我们的鱼没问题，我不是灾星。楚轩没走，他就是有事。村民们万万没想到，一个给他们带来厄运的灾星，竟然还敢这么嘴硬，顿时群起而攻之。孟元躲闪不及，被石头砸了额头。村民们眼看着见了红，却没半点退缩。你看什么看？都是因为你我儿子才生病了。你个杀千刀的，都在干什么呢？散开！散开！人群后传来一个故作威严的嗓音，众人听出来了，纷纷让开道。不是冯大海又是谁？冯大海早就来了，却等到所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骂了个够，这才出面。哎呦，圆圆伤着了。冯大海眸子里有笑意一闪而过，说出的话却杀人诛心。老孟，你也别怪他们，谁让你们拿病鱼出来卖？这祸害人的事儿可不能做。你看，报应到孩子身上了吧？这话一出，冯大海满意的看着周围的人，眸子里更多了几分怨怼。不过我也理解，老孟你家里也不容易，这不就因为这事儿，你被县城里的老板撵出来了是吧？我听我家老大说，工钱还没给吧？我家大儿在县城有人，到时候帮你看看能不能把钱给你要回来。哈哈哈！孟元不肯信，下意识地看向孟仲山，却见他低垂着头，显然是默认了。冯大海眼里闪过一丝讥笑，又很快地掩饰过去。那老板也是听风就是雨的，怎么能因为你家傻姑娘一时糊涂就把你给辞了呢？你这家里这么困难，以后要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你尽管提。冯大海拍着胸脯保证，一副大好人的模样。只要以后本本分分的过日子，可不要再让你女儿做这些事。孟元紧紧地拉住颤抖的孟仲山，几乎快要被冯大海这些话给气死了。这些话明面上是在为他们家求情，可是实际上字字句句不留痕迹的就把脏水泼到他们头上。明明这件事还没有盖棺定论，可是在冯大海嘴里，自己已经是个罪人了。孟仲山自然也听得出来言外之意，可是现在起冲突也绝对不是明智之举。村长说的对，一切事情还是要看县衙给出的结果。孟仲山护着孟元，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冯大海看着两人的背影，不屑一笑。等到回了家，孟元撇了撇嘴，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这是怎么了？
孟父好笑地看着孟媛，轻轻地给他擦眼泪。他们说的话别放在心上啊，乖。不是，爹爹。你在县城遇到很多麻烦吗？孟媛低垂下头，都是我的错。你没错，什么错都没有。孟仲山轻轻地拍了拍孟媛的背，这不正好吗？休息休息，也陪陪你。孟仲山轻轻地拍了拍孟媛的脑袋，顺手揉了一把，勉强笑了笑。孟媛压抑住自己的眼泪，有太多人想看他们家的笑话，定然不能让人如愿。圆圆，大门处传来细微的轻呼声，随即有人小心翼翼地叩响门扉。孟媛抹了把眼泪，一打开门，就看到刘大牛分外局促地站着。那个，我……刘大牛手足无措，晃了晃手上提着的猪肉。我来给你们送点东西。孟媛静静地看着他，半晌才道：“大牛哥有心了，不用。”大概是因为极少看到孟媛这般模样，刘大牛越发局促。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帮帮你们。刘大牛手上拿着猪肉，背上还背了一捆柴火，笑得憨里憨气的。楚大哥，最近不是出门了吗？我怕你们不方便，就带了点柴过来。见孟媛还是兴致缺缺的模样，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可我不怕。刘大牛直视着孟媛通红的眼眶，急声道：“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不是灾星。”孟媛这才微微抬起头，正眼看他：“你当真不怕？就算不是灾星，跟我接近也不好。好，能跟你接近就是好的。”刘大牛憨笑着点头，黑黝黝的眸子里满是光亮。我不怕那些流言蜚语，我就是想要帮帮你们。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帮帮你们。孟媛看着他半晌，终于点了点头：“进来吧，麻烦大牛哥了。”哎，刘大牛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一进门就开始码柴火，时不时地抬起头擦擦汗，咧嘴一笑：“大牛哥辛苦，喝水吧。”孟媛递过去一碗水，却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我没事，不辛苦。”刘大牛3两口喝了水，眼神亮晶晶的。这些柴火够用断10日了，后面我再补上。说完，随便擦了擦汗，又看了看日头，这个点儿也该做午膳了。不如你尝尝我的手艺？不，孟媛不好意思这么麻烦他，我自己来就好。刘大牛看了一圈院子，不知为何越发高兴了些，径直大步流星地往厨房走去。没事，我来，你就好好歇着就行。我做的红烧肉可是一绝。往常刘大牛来做客，在厨房忙碌的都是楚轩，可是如今他已经几日没有归家。或许孟媛闭了闭眼睛，不愿细想，可心里还是无端涌起一股猜测，或许真的如同那些人所说的一样，楚轩走了，再不回来了。不同于孟媛的揪心，刘大牛此时此刻甚至有些窃喜。娘说的果然没错，姓楚的就不是平凡人，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小山村。猪肉的油脂慢慢融化，散发出一股焦香的肉味。随着这诱人的香气，刘大牛已经在畅想跟孟媛婚后的日子了。如果真的成亲了，刘大牛看着孟媛姣好的侧脸，他一定会好好的对孟媛。木门吱呀一声，原本以为是风的声音，头顶却居高临下的投下一道阴影。圆圆，这是我新做的糕点，你尝尝看。冯柳柳不请自来，看到刘大牛的一瞬间，眸子里有狠厉之色一闪而过。自己不过只是出了意外，伤了脸，结果就连自己家里面的人也万分嫌弃。若是没了这个腐女的身份，还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呢。可是孟媛一个傻子，凭什么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喜爱？谢谢。孟媛微微点了点头，却不接过篮子。没了往日的热络，冯柳柳却像是没有感觉到一样，亲亲热热地挨着他坐下。这不是大牛吗？怎么会在你家里？说着又惊呼一声，掩唇而笑，偏偏又要做出忧虑的模样。难道你那个买来的夫婿当真不回来了？不过没关系，走了一个，这不又来了一个吗？圆圆，你总归是命好的，总有人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孟媛若是再听不出这话里话外的拈酸吃醋，那她也就白活了。
只不过这样的言语，他从来都不屑理会。见孟元只是坐在一边，并不理会自己，冯柳柳心里又涌起一股郁气。不过很快想到今日自己看到的场景，又真心实意地笑出来。圆圆，不是我说你，最近这些日子可别再出去了，若是被人打了怎么办？冯柳柳拿着糕点施施然地站起身，点心，你既然不喜欢我，就拿回去了。圆圆，你且自求多福吧。孟元看着冯柳柳的背影，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在这装模作样半天，就是为了讽刺自己一通。刘大牛这时才从厨房里走出来，顿了顿，才小心翼翼地道：“冯柳柳，他来做什么？圆圆，你没事吧？”孟元静静地看着他许久，摇了摇头，没事。刘大牛被看得有些心虚，他在厨房能够听到这边的动静。冯柳柳说的话是不好听，但冯柳柳是村长的女儿，不过几句话而已，圆圆忍忍就行了。他若是出头，得罪了人不划算。孟元移开目光，叹了口气：“大牛哥，你回去吧，明哲保身已经好过同流合污。只是他还是有些想楚轩，若是楚轩在，就算是生病毒发，必然不会允许有人在自己面前这般。等等，生病毒发？难道楚轩久不出现是因为毒发了？”孟元猛地站起身来，吓得刘大牛一个趔趄：“大牛哥，今日多谢你，我要进山一趟，你先回去吧。”刘大牛看他这个模样，觉得有些心慌，连忙擦了擦手：“我陪你一起去，山里野兽多，你一个姑娘家，我不放心。”他身上还带着围裙，是楚轩常穿的那一件。孟元忽然觉得有些刺眼：“那你脱了围裙一起吧。”他们这边有一个后山，平时就算只是猎人，也只活动在半山腰一块儿。可是他遇到楚轩时，却是在山顶的山洞中。若是他当真再次毒发，最安全的地方，应当也只有那一处了。两人一路无话。孟元是因为担忧楚轩的安危，而刘大牛却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有些心虚。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前的山洞，走进去一看，却空无一人。“圆圆，你没事吧？”看着孟元越发难看的脸色，刘大牛连忙把人扶住：“我没事，谢谢大牛哥。”孟元提着的一口气猛地一松，山路失潮，又多枯枝落叶，一时不察，竟然踩空摔了个跤。啊！孟元压抑不住发出一声痛呼，直觉手上一阵剧疼，却是恰好撑在了尖锐的石头上，划破了一道口子，鲜红的血滴落在枯枝上。孟元猛地攥紧手，将伤口紧紧地捂住。他的血容易招来动物，这山上野兽颇多，若是山羊野鹿也就罢了，若是猛虎恶狼，恐怕自己就要交代了。刘大牛直到此刻才反应过来，连忙撕了衣摆：“圆圆，你受伤了，快包扎起来。”孟元离得近，衣摆上的尘土脏物他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有的地方黑得发亮。这样的东西若是沾染伤口，还不如不包扎的好。我自己来。完好无损的那只手拿起地上尖锐的石块，侧过身子，弯腰低头咬住中衣衣摆，手上一个用力，就用石块撕下了一块干净衣摆来，又单手缠绕在伤处，手口并用的打了结，腾出一身冷汗，这才有空看一眼刘大牛。只见他略微有些窘迫地攥紧撕下来的衣摆，耳根发红，神色却有些不大好看。不过这会儿孟元却没心思再安抚他，而是朝着一个方向直直地看过去。草丛里发出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过了好半晌，一只长着尖角的壮硕山羊探出脑袋。这山羊长得极好，几乎有大半人高，皮毛发亮，身形矫健，头上的尖角更是看着尖锐无比。要是被这山羊踩上一脚，或者说是顶上一次，就算是不死，也要重伤。圆圆，你别怕。刘大牛万万没想到，不过是上次山竟然碰到了这种情况，随手捡起一根树枝，两股颤颤地对着山羊：“你别过来呀，走开，走开！”一边说着，一边胡乱地挥舞树枝，试图把山羊赶到一边。
孟元见他这般动作，只觉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山羊虽然食草，但是脾气暴躁，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挑衅，然后慢慢离开。刘大牛现在这个做法，在山羊眼中几乎就是等于发出了对战邀请。若是楚轩在，孟元闭了闭眼，他突然发现他似乎太依赖那个男人了。这不是他，咩咩咩！山羊歪着脑袋看了刘大牛几眼，慢吞吞地从刘大牛身边走过，来到孟元旁边，伸出舌头卷了一口旁边的草叶吃。他不伤人，孟元神色却还是没有好转。他看得清清楚楚，山羊吃的那几根草都沾染了他的血。把那几口草吃完，山羊咩咩地凑过来，甚至妄图用舌头去舔他的伤处。孟元自然是不答应的，只一个劲儿地往后躲。山羊也不恼，反倒是安安静静地跪下来。这是在做什么？其实还是被自己的血蛊惑了。不管是这只羊想做什么，既然自己送上门来，那就没有放过的道理。做手术需要用肉馅，他虽然准备了鱼肠馅，但是不多。这只山羊来得正好，顺手折了树枝，不着痕迹地用伤口蹭上几滴血。果不其然，那只山羊就循着穴位一路跟上来。走了几步，孟元这才猛地反应过来，向刘大牛看去。他的血能够吸引动物的事，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却不想刘大牛一脸惊喜地看着那只山羊，原来山羊还会自己跟人走啊！那咱们今天可是走大运了。说完又挠着脑袋嘿嘿一笑，还好这只羊没发狂，否则可就糟了。孟元狠狠松了一口气，还好这货神经大条。是啊，都是托大牛哥的福。两人一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往山下走去。山羊一路追着树枝啃，跟在他们二人身后也老实得很。等到回了孟家，刘大牛帮着处理了山羊，羊肠羊肚都被孟元特意留下。又看刘大牛满头满脸都是汗，心下微动。大牛哥谢谢帮忙。孟元指着已经分好的山羊肉，山羊肉分你一半，辛苦。这话实际有些生疏，但是这么多的山羊肉，若是在县城集市上，那可得卖个十足的好价钱。没什么麻烦的，咱们邻里邻居的，有事叫一声就行。大牛说着顿了顿，挠了挠脑袋，就是明日我们要去城里，若是有事儿，等我回来就帮你。没事，大牛哥放心。天黑晚了，回去吧。又说了几句话，刘大牛这才恋恋不舍地告辞。李老头直到这时才从房间里探出脑袋，走了呀？小伙人不错，就是憨了点。见孟元紧紧地盯着自己，李老头连忙道：行了行了，别看了，东西明天就到了，我这张老脸不知卖出去多少人情。说到这里，又看了看孟元，到时候你可不准藏私啊。他实在是太想看传说中的手术，以至于一封信写得怅然泪下。老友无法，只得加班加点地做了派人送来。那太好了，我今日再做些羊肠馅，后面正好用。所谓的羊肠馅，就是用羊小肠去掉上面的脏物和脂肪，取其肠内壁最娇嫩的一层黏膜，揉搓成馅，蒸熟阴干，然后用草木灰水浸泡，硫磺、红花等药材熏蒸，再进行晾干，方可得一馅。这只山羊身形壮硕，可是所有的小肠取下黏膜，也不过只有小小的半碗罢了。想不到这羊肠竟然还有这等妙用。李老头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根，做成馅干嘛？缝什么？孟元正在将黏膜一根根理好，闻言一顿，轻声道：缝肉，长线缝肉，能够加快愈合伤口，而且不用抽线。李老头行医几十年，却偏偏没有听说过这等方式，不由深深看了孟元一眼。不过很快他也释然了，用刀割肉去骨刺的方法都能想得出来，这些个奇技淫巧算得了什么？看到李老头慢悠悠地踱步离开，孟元心里一松，却也越发感激。他所说的医术，恐怕在旁人心中过于诡异，可是唯独李老头从头到尾都没问一句，这个师傅当真胜过旁人千百倍。
第二日，孟元看着木匣子里这些自己十分熟悉的器具，顿时欣喜若狂。有了这些，他就能够给孟仲山做手术了。爹爹，东西到了，李大夫准备为您医腿了。这一日午间，孟元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只等孟父的答复。见女儿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孟仲山闭了闭眼睛，视死如归的道：“那我们明日就开始吧，都已经答应了。无论早晚，总有这一遭，还不如快些。这也有点太快了。”李大夫接过话茬：“3日之后吧。”时间一点点过去，3日之期转瞬即到。孟元蹲在孟仲山面前，轻言细语：“爹爹不用害怕，等你一觉醒来，自然什么都好了。”孟仲山勉强笑着点了点头，将化开的麻痹散一饮而尽。等到爹腿好了，想做些什么？孟元细细地盯着孟仲山的情况，用银针轻轻刺了刺孟仲山的手臂。疼吗？孟仲山微微眨着眼，只觉得一股困意涌上心头，轻轻摇了摇头。裴元儿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沉沉睡去。孟元屏气凝神，用纤薄而又锋利的刀片略微划下一道口子，血线涌出。孟仲山神色安稳，并无不妥。师傅的药果然好用，第一步总算完成了。孟元松了一口气。李老头正把孟仲山转移到一处齐腰且一人长的桌子上，闻言一笑：“那也不看你师傅是谁。”话虽如此，李老头看着孟元的眼神却有一股狂热。接下来我们如何？说完，又跃跃欲试地看向放在一旁的刀具，下手开刀。孟元深吸一口气，无奈的道：“先用麻痹散化水，银针沾上，刺穴，封锁经脉。他现在就这一个爹，可不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亡。”李老头对这事儿自然熟得很，不多时扎好银针，却忽然闻到一股子浓烈的酒气。这是作甚？他也曾经见过烈酒，可是酒气远没有这么浓烈。孟元将用沸水煮过的工具在火上炙烤，而后又丢在一旁清澈透明的酒液之中，头也不抬，自然是消毒。这是李老头托朋友送过来的烈酒，经过再度提纯之后，几乎等同于酒精。见李老头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孟元开口解释：“既然要用刀具划开腿部，烈酒消毒，能够防止化脓。若是术后高热不退，那就麻烦了。”李老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看到孟元戴上一双薄如蝉翼的手套，这又是什么东西？孟元一边用酒精擦拭孟仲山的伤腿，一边回道：“用羊肠制成的手套，免得手直接触碰伤口，增加风险。一切准备就绪。”孟元再次查看了一番银针封穴的位置，不放心的又为了孟仲山少量的麻痹散，这才开始。手术用的刀具稳稳地贴上孟仲山的伤腿，略微一用力，皮肉破开，深可见骨，鲜血猛地涌出。这般血腥之景，连李大夫都忍不住皱眉，孟元却越发谨慎，下手极稳。就在此时，门口却传来一个重物落地的声音。孟元手上拿着利刃，举着的双手之上，血滴不停落下，面容秀美儿的脸上此刻也满是血迹。疯子，疯子！冯元涛见孟元满脸是血面无表情地朝他看过来，越发腿软，是一个劲儿挣扎着向后爬去。孟元是负了，灾星，你疯了，疯了！见孟元没有追上来的意思，冯元涛几乎是疯魔着疯疯癫癫地跑到远处，一边跑一边喊，满目惊骇：“可要我去处理？”李老头面色不善。孟元摇了摇头：“治病要紧，麻沸散的时间我们都不确定，越快完成越好。”而另一边，冯元涛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却正好撞到了冯柳柳。“哥哥！”冯柳柳连忙把人扶着：“你怎么了？疯了？”孟元疯了。见到了熟悉的人，冯元涛像是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将他看到的事情细细说了一遍。“我本来只是想去警告这个灾星，结果他正在杀人，那是他爹呀！”冯柳柳震惊的眼大如铜铃，可等到最开始的震惊之后，他却并不只是害怕了，
如果孟元真的疯了，又杀了孟老头，买来的那个夫婿也不知道去哪儿了，那么孟家的家产不就能够充公了吗？到时候修路的钱就有了。不过这事儿还得坐实了孟元罪名才好。哥，我知道你讨厌孟元，但这话可不能乱说，要是让村子里的人知道了……冯柳柳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说出的话却满怀忧虑。孟元可怎么活呀？冯元涛听了这话，顿时眼前一亮。对，我要让村里的人彻底看清他的真面目。说着也不再理会冯柳柳，拔腿就跑。冯柳柳唇角微弯，连忙跟上去。砰砰砰，出来！灾星、妖女，快出来！孟家门口再也不复往日的平静，村民们把整个院子都围了起来。为首的自然是冯家兄妹二人。村民们都是被冯元涛喊过来的，原本将信将疑，可是他们现在站在院墙之外，却依旧能够闻到一股极其浓烈的血腥味。这个灾星竟然青天白日的就杀人，心中的恐惧滋生了比以往更加庞大的愤怒。为了保护自己生存之地的安稳，所有村民此刻犹如被激怒的猛兽，快点开门，否则别怪我们砸了。他们大多都是从山上田间被喊回来，手上拿着锄头弯刀，双眼泛红，目眦欲裂，看着吓人的很。冯柳柳眼里划过一抹深沉笑意，却张开手牢牢地护在孟家门前。大家别激动，要是你们惹怒了孟元怎么办？他是敢杀人的。这话一出，人群有一瞬间的寂静。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怕死的，惹怒了又怎么样？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了？冯元涛最沉不住气，见冯柳柳这般怯生生的模样，立马就要伸手拉拽。哥，你别这样，你冷静一下。冯柳柳故作柔弱，声音却中气十足，所说的话一字不差地顺着风流到了村民耳朵里。孟元本来就是灾星，如今青天白日的杀人，还是杀了自己的父亲，由此可见其心性狠毒。我们确实人多势众，可他是灾星，又满身杀气，要是惹怒了他，再给我们村子带来更多不幸怎么办？带来更多不幸，自然许多人就想到了最近县城的谣言，浮鱼都能够被灾星的厄运沾染，变成病鱼，让这么多人卧床不起。要是灾星还一直在村子里，可怎么办？这次只是病了，那下次呢？不行，不能够让他再流到我们村子里，杀人偿命。我们冲进去，杀了这白眼狼，给老孟头偿命。众人心中又怕又慌，愤怒就成了他们的武器，手中的锄头弯刀开始通通往孟家门上招呼。孟家院子里，孟元终于将骨刺清理干净，又将骨头削得平滑，期间孟父时不时蹙眉，偶尔还有抽搐、麻痹散的药效。马上就要过了，你就这么听着那些人诋毁你。李老头将准备好的老餐塞到孟仲山口里，撸了撸袖子，我去会会这些人。门口的声音越发大了起来，夹杂着砸门的重响，还有不堪入耳的怒骂，不由让人胆战心惊。不行，孟元在清水盆里洗干净手上黏腻的鲜血，又从酒精盆中捞出浸泡好的特制金针和鱼肠线。骨刺已经去除，现在最重要的是缝合伤口。若是缝合的不好，日后也会落下病根。院子里已经摆满了血水盆子，孟仲山脸色越发苍白。虽然有老参吊命，又有银针封穴，但终究出血量大，需要尽快缝合。鱼肠线极细，韧性不大，但是用来缝合伤口，不用经历拆线之苦，且有助于伤口愈合。所以孟元只解释了那么一句，就开始埋头一层层的缝合肌肉。外面声音再是嘈杂，也入不得他耳中。你这脾气还挺不错的。李老头赞赏地看了他一眼，不着痕迹地上前几步，将孟元牢牢护在身后。门口的村民闹腾许久，偏偏没有任何人应答。站在门外的时间久了，只觉得血腥味越发浓郁，手下的力气就更重了些。终于，砰！厚重的木门被砸得重重倒下，却没有激起一丝尘土。村民们站在门口，
看清了院里的模样，却不敢上前。地上流淌着血水，打湿了院子。暗红色的半透明液体一路蜿蜒摇曳，沾湿了他们的裤腿。而院子中间，孟仲山脸色苍白如纸地躺在一张桌子上，一双腿被血浸得湿透，生死不知。这个模样，跟他们过年杀猪之后，把猪摆在案板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旁边是一口鼓鼓翻开的大锅，有金属碰撞声从里头传来，一身是血。面无表情的孟元正定定地看着他们，甚至慢条斯理地把手上染血的刀毫不在意地丢到锅里。见之前凶神恶煞的村民盯着自己不说话，孟元恶劣一笑，趁着脸上黑红的血迹越发诡谲：“诸位来我家，有何贵干？”平静的眼神缓缓扫过众人，却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分外熟悉之人。刘大牛察觉到孟元的眼神，却只是心虚的低下头，并不敢看他。而他手中也握着锄头，显然刚才砸门也有他一份。孟元平静地收回目光，明哲保身，人之常情，他没理由责怪。浑身染血，却神色平静，没有一丝波澜。这模样实在有些吓人，但是作为村长，冯大海这会儿自然是要挺身而出才行。孟元，孟老头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杀了他，果然是灾星附体，你就是一个白眼狼。我们今天就要给老孟报仇，把你送到县里衙门去。冯大海手上撑着锄头，才能够维持住自己义愤填膺的模样。实际上，他同众人一般，双腿都情不自禁地在抖。孟元眸子里划过一丝讥笑之色，转瞬即逝，呜呜呜，哇哇，爹爹，你别睡了，他们要抓圆圆。众人一呆，眼看着刚才如同女魔头一样的孟元，忽然间就哇哇大哭起来，顿时一头雾水。你杀了人，我们自然抓你，哭什么哭？冯大海心里不知怎么慌得很，都愣着干什么？快把他抓起来！爹爹在治病，还没醒，等到爹爹病好了，我让他把你们也抓起来。孟元抽了抽鼻子，像是真的被吓哭了一般。村民们有的冷静了几分，可是眼前血腥一片，还是让人不敢置信。治病怎么会流这么多血？你这根本就是在找借口！兄弟们，上，把他抓起来！众村民一拥而上，人多力量大，此刻也不怕了。慢着！一声低沉厉喝猛地响起，李老头从房间当中快步走出。孟元是我徒弟，你们要把他抓到哪里去？见众人神色惊疑不定，李老头挥袖冷哼一声：“我给自家徒弟爹治病，你们在这吵吵嚷嚷的做什么？治什么病需要让人流这么多血？李大夫，你可不要被这个灾星骗了。”村民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对于往日敬重的李大夫，此刻也敢出言不逊了。李老头平生最讨厌别人质疑他认可的医术。听了这话，顿时冷哼一声：“我说治病就是治病，你们要是不信，就自己去看，别自己愚昧无知，还要祸害别人的女儿。”从前村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李老头常常自掏腰包为他们诊治。村民们听了他的话，一时也将信将疑，有胆子大的试探着上前，伸手摸了摸孟仲山的脖颈，顿时脸色微变：“怎么样，是不是死了？”有人急匆匆地问。最开始上前的那人摇了摇头：“没呀。”那人还有些不敢置信，几乎是喃喃自语：“不是死了，倒像是睡得太深了。”这话一出，村民们顿时安静下来，就连冯大海也没了。刚才趾高气昂的模样，哟，这会儿没话说了。刚才不是还在为难我那小徒弟吗？李老头看着他们的模样，冷哼一声：“这些人又蠢又坏，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为他们义诊了这么久，结果别人几句话的事儿，就开始质疑他认可的医术。”众村民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李老头可没时间让他们想那么多，振臂一挥袖：“以后你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备好了银钱再来找我，好心好意的给你们免费看病。”结果还养出些白眼狼来，村民们顿时慌了。一年到头在地里田间劳作，
谁没个头疼脑热的？之前李大夫只收很少，或者不收钱就给他们看病，这家家户户可都省下了一大笔。如今就因为冯家兄妹都没了，人老成精，李老头一看他们的模样，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心里只觉得讽刺的厉害。孟元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伸手控诉般的指着众人大喊了起来：“坏了，坏了，都坏了！”他声音哽咽，眼泪滚落下来，可怜兮兮的模样。村民面面相觑，自知理亏，将手里拿着的棍棒都收了起来。孟家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他们将人家里砸得乱七八糟，实在是说不过去。李大夫看了一眼孟元，两人四目相对，他立马就明白了孟元的意思。丫头越发机灵了。李大夫走上前，看着满地的狼藉，微微蹙眉，抬手抚上自己的胡须，锐利的眼眸看向冯大海：“村长，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东西砸成这样，真是惨不忍睹。”他说着，将损坏的半扇门一脚踢到冯大海的面前，将冯大海吓了一跳。“李大夫，今天的事情是个误会。”冯大海笑着打哈哈，面上陪着笑，想将事情糊弄过去。李大夫将孟元护在身后，看着众人，拔高了音调，朗声道：“难道就因为你是村长，砸了东西就不用赔钱？”孟元从李大夫的身后探出头，努努嘴，凶巴巴道：“赔钱？赔钱？”冯大海面上有些挂不住，要是换作旁人，他早就骂上几句，然后转身就走。可偏偏今日遇到了李大夫。李大夫在敬德村给村民治病，德高望重，就连县城的豪门大户都有几分薄面，他可得罪不起。他看向一旁的村民，心里便有了主意：“李大夫，砸东西的也不是我，这都是大家一起动的手。”他说着，直指后面几个彪形大汉，想让他们背锅。此言一出，不等李大夫说话，村民立马炸开了锅：“村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要不是冯元涛大喊杀人了，我们怎么会这么着急？就是村长怎么能让我们赔？这就不怕坏了良心？”被点到名的冯元涛低着头，暗暗地咬牙。冯大海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冯元涛，手里的木棒紧了紧，他强挤出一丝笑容，对着李大夫道：“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孟家，生怕他们家出事，没想到闹成了这个样子。”冯大海说着，从腰间不情不愿地扯下钱袋子，从里面拿2个铜钱，看向孟元：“孟元啊，今天是我们不对，我作为村长将你家的门赔上，这点钱你拿着。”孟元瞥了一眼2个铜板，一脸的不屑：“这打发叫花子呢？”他抱住李大夫的胳膊，眼睛眨着，努力挤2滴泪水，委屈巴巴地说道：“师傅，不够，不够。”李大夫抬手摸摸孟元的发顶，冷声道：“这门是孟仲山亲手做的，他的手艺在县里都是排得号的，这个门起码也要30铜板，其他东西加起来总共就算你70铜板，不算多吧？”冯大海在村子里横行霸道惯了，这次要这么点钱，算是便宜他的。自己心爱的徒弟被欺负，还没找他算账，要不是看在这么多人的份上，非让他下不来台不可。冯大海摊开的手瞬间握紧，诧异地看着李大夫，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你胡说，就这样一个破门！”冯元涛话还没说完，肩膀就被冯大海一把按住。冯大海阴冷的目光紧盯着他，警告意味十足：“既然李大夫都这么说了，钱我给。”冯大海将钱袋子掏空，凑够了钱，忍着怒火，气呼呼地带冯元涛离开。孟元拿着钱，心满意足地数着。众人见事情没有想的那么严重，也纷纷转身离开。刘神等人群散去，伸手拉住刘大牛的胳膊，快步走上前，一脸笑意地看着孟元：“元元啊，没想到你能做李大夫的徒弟，真是不容易。刚听到他们说你杀人，我们也不相信，幸好没事。元元啊，你别介意，我家大牛还是向着你的。刚才他们砸东西，大牛护着，还差点摔倒。”刘大牛被刘婶的话说得有点脸红，他娘怎么什么话都能说出口？孟元听着他的话，轻轻的点头：“谢谢刘婶。”
刘婶故意将刘大牛推到前面，疯狂地使眼色说话。刘大牛却一语不发，看着孟元，眼神复杂，欲言又止。孟元笑笑没说话。李大夫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下刘大牛，看得出他对孟元的心思。这憨憨的小伙子和楚轩简直没法比。元元呐，你爹快醒来了。李大夫说着，转身就往房间里走。孟元对刘婶微微一笑，摆摆手道：“刘婶，我先去看我爹了。”不等刘婶说话，孟元转身跟上李大夫的步伐。刘婶看着孟元的背影，心里乐开了花。他和刘大牛转身往家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刘大牛和孟元的事情。真没想到孟元现在变得这么厉害，日后李大夫给他看好了病，他会变得和正常人一样。现在楚轩不在，你就加把劲，对孟元好点，婚事就有着落了。刘婶还在一旁喋喋不休，等你将孟元娶过门，咱们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刘大牛听着，心里更加愧疚。孟元出事，他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甚至心里已经觉得很对不起孟元。他害怕日后孟元都不愿意搭理自己，这还怎么说婚事？他越发觉得自己没有了希望。孟仲山是在后半夜疼醒的，麻药过劲，腿上的疼痛钻心刺骨，仿佛有千万只蚂蚁不断地啃咬着他受伤的腿。不一会儿，疼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孟元端着一盆水，跌跌撞撞地走进来，就看到孟仲山张开的双眸，连忙上前哽咽道：“爹爹，你醒来了。”孟仲山脸色苍白，忍着疼抱住孟元，见他发红的眼眶，心疼无比。别哭，爹爹没事。孟元听着他的话，哭出了声。刚做完手术，没有药物缓解疼痛，怎么可能不疼？孟仲山就是不让自己担心。这些日子的相处，孟元早就将孟仲山当作自己的父亲。他越说不疼，孟元就越难受。哟呵，你们父女就别哭了，都没事了。李大夫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汤药，站在门口看着拥在一起的父女，笑着打趣：“元元啊，当心压着你爹的腿。”孟元连忙起身站在一旁，默默地擦泪。刚刚做完手术，他可不能让孟仲山多添一份疼痛。李大夫，谢谢你啊，我这腿算是有救了。孟仲山心里满是感激，下意识的就想要挪动腿，结果一阵刺骨的疼痛让他疼得咬紧牙关。李大夫走到床边，将递给他，意味深长地说道：“你我不必言谢，孟老弟呀，你有个好女儿。”孟仲山闻言，一脸喜色地看着孟元，轻声道：“您说的对，圆圆是有福之人。”李大夫笑笑没说话。孟元的福气还在后头呢。孟仲山的腿被包扎，两边还用木板固定住，吃饭睡觉都在床上解决。孟元亲力亲为的伺候，孟仲山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这闺女的病是真的好太多了。翌日一早，天刚亮，孟元就将孟仲山的汤药熬好端了进来。孟仲山心疼的起身就要去接，元元，快放着，爹爹来，别烫着手。孟元小心翼翼地端过去，认真地说道：“爹爹喝药。”孟仲山接过药碗一饮而尽，眼睛都不眨一下。药很苦，但心里却蜜一般甜。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孟元连忙跑出去看，就发现门口处放着一捆柴火。他走出四下看了一番，并没有发现人。柴火的一旁还挂着一吊猪肉，他微微弯腰将东西拿了起来。不用问都知道是刘大牛送过来的。见孟元将东西拿进去，躲起来的刘大牛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他现在没脸见孟元，等过些日子孟元原谅了自己，他再去找他。刘大牛转身没走几步，迎面碰上了脸戴面纱的冯柳柳。冯柳柳狐疑地打量了一下刘大牛，好奇地问道：“大牛，你在这里做什么？”刘大牛眼神闪躲：“我路过。”他说着就要越过冯柳柳离开，却被冯柳柳故意挡住了去路。“我看你是去给孟元献殷勤的吧？”冯柳柳冷着一张脸，面纱遮住了他的面容，却遮不住那双狠毒的目光。他心里气不过，凭什么孟元都这样了，还有人帮他？
一个灾星有什么可喜欢的？自己是腐女，在家人微言轻，动不动就被打。孟元出事有人撑腰，凭什么？被戳中了心思的刘大牛有些气恼。你想做什么？大牛，你不会是喜欢孟元吧？他可是有未婚夫的人，你想要娶她？冯柳柳眼神紧盯着刘大牛，不放过他任何一个表情变化。刘大牛没说话，冯柳柳只当是默认。他声音带着一丝担忧：圆圆最遇到很多的事，现在楚轩不在，她过得确实很辛苦。不过我们的姐妹情分还是在的，虽然没以前亲近，但是她也还愿意听我的话。我可以帮你撮合一把。冯柳柳见刘大牛不反驳，继续说道：他的秘密越来越多，上次看到他不小心伤到了手，流血吸引了不少鱼，你有没有看到过呢？刘大牛皱眉，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脑海中突然想起刘婶说的话：冯柳柳不是什么好东西，离他远点。不用了，刘大牛说着快步离开。冯柳柳心里恼火，冷着脸回家，他还得回家做饭，不然冯母又要拿棍棒打他。季荣刚走到冯家门口，他一袭玄色衣衫，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抬手就要敲门。季公子，身后传来冯柳柳惊喜的声音。季荣停下手，转身看去，就见冯柳柳一脸喜色地朝他快步跑了过来，脸上的面纱随着他的动作轻轻地摇晃，依稀能看到面纱下的红豆。立马想起上次面纱凋落的场景，内心突然泛起一阵的恶心。就在冯柳柳马上要靠近的时候，季荣将手里的折扇突然打开，挡在了胸前，微微的扇着。要不是看到冯柳柳腐女的份上，他也不会专门上门跑一趟。这几天因为鱼肉的事情，县城里不少人需要看病吃药。季荣在季家本来没什么存在感，这次沾了冯柳柳的光，意外的让医馆的生意起死回生，生意蒸蒸日上，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他坚信，只要和腐女走得近，身上就能沾上福气。冯柳柳没有骗他。季公子，你怎么来了？冯柳柳害羞地低着头，手轻轻地覆上自己的脸颊，心里一阵的狂喜。上次分别，他还以为季荣再也不理会自己了，没想到他竟然亲自来找自己。看来在季荣的心里，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分量。季荣微微一笑：冯姑娘，这几日店里的生意太忙，都没空来找你。今日前来是为了冯姑娘脸上的病。冯柳柳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一脸的错愕。没错。季荣眼眸中闪过一丝亮光，强装出一副高兴的模样。医馆来了一位专门看皮肤的医师，今日刚好有空，我来带冯姑娘去看看。什么？冯柳柳欣喜不已，她的脸有救了。季公子，你说的是真的吗？冯柳柳激动地看着季荣，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季荣只觉得心里一阵的心疼，这布料可是成衣店里最贵的料子，就怎么被抓皱了？看着难看，自然是真的。季荣沉声道。两人在门口的动静被院中的冯母听到，他以为是谁来找麻烦，手里捏着一个棍子就出了门。看到冯柳柳，冷声吼道：你还知道回？看到季荣，冯母跋扈的声音戛然而止，一把扔掉了手里木棒，转而一脸笑意讨好的给季荣开门。季公子，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冯柳柳心里得意，季荣的身份不一般，就连冯母都知道要给面子，只要能嫁给季荣，她就能离开这个家，不再被欺负。得知季荣要带冯柳柳去看脸，冯大海有些惊讶，他有为意外冯柳柳和季荣的关系会这么好，立马就答应下来。季荣拿出自己特意带来的一套茶盏，伯父，听柳柳说您喜欢收集茶盏，今日更得了一套翡翠茶盏，就给你送了过来。冯大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茶盏，喜出望外。庄稼人哪里会品茶，只是冯柳柳的一套说辞罢了。翡翠茶盏泛着晶莹的绿光，阳光下熠熠生辉，上面雕刻着双龙戏珠，栩栩如生，一看就价值不菲。冯大海双手接过，喜不自胜，满脸的笑意。谢谢季公子，柳柳你收拾一下，跟着季公子去吧。
季荣将冯大海的笑意尽收眼底，打心眼里瞧不上见钱眼开的小门小户，一套茶盏就原形毕露。没一会儿，冯柳柳特有打扮了一番，就和季荣出了门。他现在恨不得将季荣带到村子里转上3圈，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季荣的目光始终没停留在他身上一分一毫。两人没走多久，远远就将看到几个衙役进了敬德村。季荣有些好奇地看着衙役，问道：“敬德村是出了什么事吗？怎么会有官府的人过来？”冯柳柳还沉浸在和季荣独处的喜悦中，闻言抬头看向衙役，故作为难地开口：“季公子还不知道吧？这都是孟元惹的祸，灾星卖出去的鱼祸害了人，官府说要严加调查。孟元要是早点听我的话，不出去卖鱼，就不会这样。”季荣手里的扇子缓缓地晃动，县城的事情他再清楚不过，心中隐隐有些庆幸没有和孟元沾上边，不然自己也要跟着倒霉。原来如此，冯姑娘就是太善良。孟元多吃点亏，自然就知道冯姑娘的好。冯柳柳听着心里得意，看来季荣对孟元已经没有想法，自己的地位又稳固了一步。两人说话间，衙役已经和他们擦肩而过，直奔孟家而去。冯柳柳故意的放慢了脚步，想亲眼看到孟元被带走，好让季荣彻底死心。孟元正在院子里打扫，几个衙役闯进了院子，身后还跟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看到他是不由分说上前就要带走。“你们干什么？”孟元诧异地看着来人，一脸疑惑地往后退了几步。衙役面露凶相，恶狠狠说道：“你就是孟元？”孟元点头不明所以。衙役接着说：“你在县城卖鱼故意投毒，现在跟我们去县衙一趟。”他费心费力地写下救命的药方，竟然被当作是凶手。看来都是县城谣言害的，今天不跟他们走是不行了。清者自清。他有点担心地看向身后的房间，孟仲山喝完药已经休息，这会儿已经熟睡，只能快去快回，不让孟仲山担心才好。衙役将孟元围在中间，带着他往县衙走。好事的村民也跟在身后看笑话。孟元对他们说的话充耳不闻，在村口就遇到了冯柳柳和季荣。季荣看到孟元微微一顿，那张脸还是那么的让他着迷。扇动的扇子停下，他眉头紧皱地看向孟元。一旁的冯柳柳已经上前一步，凑到他的身边，半边身子倚靠在他的怀里，两人的身子紧贴在一起，任谁看都关系不一般。冯柳柳仰着下巴，一脸担忧地看向孟元，故作惊讶地说道：“圆圆，我之前一直让你安分守己，没想到还是酿成了大错。你好好的去官府将事情说清楚，县令大人明察秋毫，看在你痴傻的份上，也不会为难。”孟元看着他假惺惺的样子，心里一阵的无语。不会说话可以不说，没人将他当哑巴，这个时候还要来拉踩一脚，真让人作呕。柳柳坏，我不和你一起玩。孟元伸手指着冯柳柳，声音洪亮的大喊。冯柳柳别过脸，一脸难过的看在季荣的怀里，他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孟元这次丢尽了颜面，就连楚轩都已经离他而去，以后看谁还敢和他亲近。想着冯元博的办法实施起来，就能尽快将孟家赶出去。衙役在前面催促，孟元昂首挺胸，快步走上前，压根没有将他的话放在眼里。冯柳柳看着孟元有些诧异，莫名的心乱。孟元跟着衙役很快就到了县城，一路上不少人都指指点点说要让他偿命。孟元低着头不出声。孟姑娘，张桂芬看到孟元就大喊了一声，她心里焦急地跟在孟元的身后，想要靠近，被衙役狠狠地推了一把，差点摔倒。孟元委屈地转头看向他，着急地要用去扶。张大娘，张桂芬看着孟元心急如焚，咬牙道：“孟姑娘别怕，我去给你作证。”孟元心里温暖，感激地连连点头。县衙内，陈平和冯元博已经等候多时，见孟元被带了回来，一本正经地开始审案。
孟元被带到堂前，看到地上还跪着一个身着布衣的男人，他身边放着一个担架，上面用白布盖着一具尸体。啪！陈平将手里的惊堂木一拍，堂下闹哄哄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孟元，你可认罪？陈平冷声地质问，一双阴翳的眼眸紧盯着孟元。孟元神色迷茫，慌张地挥了挥双手，像是被吓到了，语气中还带着点哽咽。圆圆没有害人。陈平见孟元行为举止不正常，面露不屑。呵，一个傻子，他拿出的药方有什么用呢？陈平目光看向男人，沉声道：“此人名叫李四，县城人士。几日前家人吃了你卖的鱼腹痛就医，结果妻子被害身亡。你可知罪？”孟元看着地上的男人摇了摇头：“不是不是，我们的鱼没问题。”李四红着眼眶怒道：“就是你，我们吃了你卖的鱼家破人亡，你还想抵赖？你这个灾星，想让我们也染上霉运？你还我妻子命来！”说着就想上前拉住他。呜呜，不是我，不是我！孟元故作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在公堂上跑了起来，趁着地上的李四不注意，将尸体身上的白布一把拉开。孟元迅速看了一眼尸体，尸体面色灰暗，嘴唇微起发紫，分明是中毒身亡。冯柳柳的食物虽有问题，但也绝不会是这个症状。很显然，这群人今天是非要把这个罪名安在他头上不可了。李四见孟元死死盯着妻子的死相，眼神闪躲，迅速将白布一把夺过盖好，暴跳如雷：“我妻子都死了，你还想如何？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要你偿命！”他说着冲上前就想要对孟元动手，一旁的张桂芬立马冲了出来，挡在孟元面前，一把将李四推倒在地，转身就跪在了地上：“大人，您可不能冤枉好人啊！有问题的鱼肉是冯柳柳他们卖的，孟姑娘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药方，她是大家伙的救命恩人呐！”陈平冷着脸刚想开口，冯元博突然站起身，伸手指向张桂芬，怒道：“你还敢提药方？”众人都看向了他。冯元博当着众人的面，义正言辞地高声道：“你们送来的药方压根就没用，是我们大人不眠不休，特意找人重新写了救人的药方，救治了县城的百姓。”他话音刚落，目光恭敬地看向陈平，拱拱手：“我们大人才是你们的救命恩人。”陈平满意地看着冯元博，轻轻地点头：“为官之人就要为百姓解燃眉之急，这都是本官分内之事，不必声张。”围观的人唏嘘一片。药方确实是县衙的人分到各大医馆，才救治了百姓的命。孟元冷着脸打量着洋洋得意的陈平和冯元博。冯元博不愧是混迹官场的阴险小人，马屁拍得顺溜不说，颠倒是非嘴皮子功夫也确实不俗。自己的药方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不想承担责任，逼着楚轩写保证书，现在救了人，功劳全变成他的。孟元都不得不佩服，可真是一对豺狼虎豹。张桂芬震惊无比：“这怎么可能？大人，孟姑娘绝对没有害人，我愿意用我的人头担保，我亲眼看着儿子喝下药方就回来一条命。”孟姑娘，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陈平的怒喝打断：“胡说！难道是本官在哄骗你们？那药方早就让人看过，不但没有一点效果，吃了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本官犯得着和一个傻子抢功劳？”陈平脸色阴沉：“县衙围观的人多，不然他早就让人将张桂芬给拉了下去，全然不将自己这个县令放在眼里，一个个的如此目中无人，不给点教训，还不知道谁是官谁是民。”张桂芬被吓得不敢说话，低头默默地垂泪。她说的句句属实，却没有人听。她哭得伤心。孟元上前抱住她的胳膊，轻轻地靠在她的肩膀上，委屈巴巴一句不发，心中却思索的该怎么脱困。这时，一旁的冯元博走上前，故作惊讶地打量了一下张桂芬，突然装作恍然大悟地说道：“那天就是你说孟元的药可以救人，原来你们是一伙的。”此言一出，陈平怒意更甚，不由想起当初被楚轩当着众人的面下了他的面子，
这一口气他都还没咽下去，自己一个县令竟然被楚轩吓唬得团团转，被一个傻子牵着鼻子走。这要是传出去，自己的脸往哪里搁？陈平越想越气，阴冷的目光孟元的身上流转了一番，怒道：“怪不得哪里都有你！你们这是给本官演了一出戏，自己下毒害人，又将药方拿出来，还想要个好名声。”张贵芬被吓了一跳，连忙慌忙地解释：“他只是不想让救命恩人被冤枉。大人，不是这样的，您误会了，我们是为了救命啊！”肃静！陈平不耐烦地看着堂下，经堂木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孟元拒不认罪，给我下去打50大板，让他好好想想这个罪该不该认。这分明是想要屈打成招。50大板下去，人能不能活着都是问题，到时候罪名早就扣在孟元的头上。张贵芬上前想保护孟元，被衙役一把推出去，差点摔倒。几个衙役突然上前左右，将孟元的胳膊禁锢了起来。“放开我，我没错！”呜呜呜！孟元大喊着，但是除了张贵芬，没有人站在他这一边。围观的人指指点点，恨不得现在就将他打死才好。灾星害得他们生病，治病都花了不少钱，幸亏县令大人明察秋毫。一个长条板凳被放在了院子里，2个衙役手里拿着板子。孟元一看，心中大惊，他细皮嫩肉，这一板子下去可不得皮开肉绽，想想都疼。趴着，衙役冷着脸，手上用劲将孟元压在了板凳上，动弹不得。孟元白嫩的手紧紧地抓着板凳的边缘，平生第一次挨打，他不敢想。打！冯元博已经迫不及待，朗声下了命令，衙役高高举起板子，朝着孟元的臀就要打下去。慢着！千钧一发之际，县衙门外传来一个浑厚响亮的声音。众人转身看去，一个身穿绯色官服的官员一脸正气地走进了县衙，他的身后还跟着面无表情的楚轩。孟元听到动静，转头刚想看过去，就撞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楚轩一进府衙，目光就盯在孟元的身上，几步上前，将孟元拉入自己的怀中。他低头心疼地看着双眼发红的少女，自己走了几天，他就被人欺负进了县衙。要是再晚一会儿，楚轩不敢想。张贵芬看到楚轩，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来了。孟元克制住想要拥抱楚轩的手，轻轻地将他推开，抬手擦擦眼角的泪水，嘟着嘴转身就跑到了张贵芬的身后，探出一个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人。楚轩看着孟元的背影，眼眸逐渐暗淡了下去，心里说不出的落寞。分明下定决定要跟他保持距离，但还是控制不住想要靠近的本能。他微微蹙眉心，仿佛被人狠狠地揉了一把，久久无法平静。陈平看清了来人，连忙起身往前走，手慌忙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冠，低声哈气道：“方知州，您怎么来了？”方远山一袭绯色官服，明锐的眼眸打量了一下陈平，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沉声道：“本官刚好路过此处，听闻县衙出了大事，过来看看陈大人是怎么处理的。”没想到陈大人正在屈打成招，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喙的威压。陈平一身冷汗都下来，陈平头皮发麻，声音微微的颤抖：“方大人，一切都是误会，怎么敢屈打成招？方远山官居五品，是他的顶头上司，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前些日子，陈平想要巴结他，送去了不少的礼品，都被如数送了回来，面都没见上一次。没想到为了一个傻子，竟然来县衙。”他眸光看向楚轩，心底一沉，能让知州出面，楚轩的身份肯定不一般。方远山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向前堂，冰冷的眼眸扫向众人。看到楚轩的时候，微微的颔首。陈平弯着腰跟在身后，双腿微微发麻，走起路来险些摔倒。冯元博在一旁眼疾手快地扶住陈平肥胖的身子，半压在冯元博的身上。冯元博瞬间感觉自己身上仿佛背了一座大山，呼吸都有些不畅。方远山坐在一旁，看着陈平冷声道：“陈大人，
你继续审理吧，本官就在这里看着。”陈平抬手擦擦自己额头上的冷汗，扶正了乌纱帽，看着方远山的脸色，深吸一口气，脑子一片混沌，好半天还没反应过来。围观的人得知来的人是知州，纷纷议论了起来。县城的事情惊动了知州，看来事情不简单，毕竟害了这么多人，就该调查清楚，还我们一个公道。这个灾星迟早要坏了大事。楚轩心里憋着一肚子火，他冷着脸上前将一份供词交给陈平。陈大人，县城鱼肉闹出人命事情和孟源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些流言也是有人故意放出去的，我这里有证据。陈平闻言连忙起身，双手恭敬地去接状纸。楚轩冷着脸手一松供词，便掉在了地上。陈平立马给冯元博一个眼神，冯元博弯着腰将供词捡起来交给陈平。片刻，看完供词的陈平脸色发白，不等他说话，楚轩继续道：“人已经带来了，就在外面候着。陈大人现在就可以让他进来。”陈平顺着楚轩的话连忙道：“让证人上来。”他说着，眼神小心翼翼地看向方远山。一个衣着素衣的妇人被带了上来，她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大人饶命啊！都是万德楼的老板让我散播说孟姑娘卖的鱼有问题，我见钱眼开，没想到酿成大错，求大人开恩啊！”妇人跪在地上求饶。孟源诧异地看着楚轩，他这几天不在，原来是去调查这件事，未雨绸缪，只为了给自己证明清白。他的心里五味杂陈。陈平面色凝重地看着地上的人，冷声道：“竟然敢散播谣言，污蔑孟姑娘，胆大包天！来人将万德楼的老板带到衙门，严加审问。”慢！楚轩沉声道：“害县城里人生病的凶手是冯柳柳和冯元涛，将他们也带过来审问。”陈平不假思索，连连点头：“对对对，都带过来。”他说着，转头看向冯元博。冯元博心中紧张无比，这件事怎么突然扯到冯柳柳和冯元涛的身上去了，让他措手不及，还不快去抓人？陈平不满道。冯元博连忙起身，安排人去将冯元博和冯柳柳带过来，心里还在盘算，等两人过来，自己要如何替他们脱身。此时的冯柳柳跟着季荣刚进医馆。“二少爷，您来了。”伙计一看到季荣，连忙上前迎接。季荣看着店里排队的病人，心情大好。这些日子医馆的生意起死回生，赚了不少钱。他这个庶子在季家也有了说话的份，就连医馆的这些伙计对他的态度都改变了不少。他心里得意洋洋，转头看向冯柳柳：“冯姑娘，里边请。”冯柳柳第一次来季家的医馆，看着里面忙碌的伙计和排队看病的人，心里暗爽，真不愧是大户，一家医馆赚的钱就够冯家几辈子花了。以后嫁给季荣，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也不为过。冯柳柳跟在季荣的身后，找到看诊的医师。他这些日子没钱吃药，脸上的痘没有药物的治疗已经化脓，手轻轻一碰就疼得厉害。拿下面纱的时候都不敢去看季荣，自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丑，不敢示人。殊不知一旁的季荣早就背过身不去看他。医师看了冯柳柳一眼，惊呼一声：“姑娘，你这脸怕是要毁了。”冯柳柳闻言脸色一变，着急地问道：“大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的脸可不能毁，她还要嫁给季荣，脸变成这样，谁敢娶她？”医师皱着眉，让他将面纱戴上。“姑娘，你的脸就算是治好，也会留疤。我这就给你开药，先止住流脓。”说话间，医馆里走进了几个衙役。“冯柳柳，出来！故事未完待续，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